可能啊。就有可能说冒险家一开始上来先挖一个密码输液，然后强亮队友旁边密码机，对，中场没密码机，剩下的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那可能就没地方出来了。那很多时候你可能说中场的那台，因为你率先被破掉了之后，那你后面行，这个选点跛脚羊的那个位置离中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那个点的话，冒险家大概率会在双板区，或者偏一点点的位置。上二楼，可以上二楼。看一下白鹿这边是先绕了红蝶亭那边往中场去贴。冒险家这边是往 S 板那边绕了。啊，这个确实找不到，没有什么找他必要啊。那监望这边是觉得有人会往独栋走，回去拍了一下没有耳鸣。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往另一个方向拉开了，18那边都已经快到3板去了。对，这个冒险家的话是不好找了，找不到了大概率。冒险家输液应该是在这个甲门方向吧？他说他的输液在独栋啊，刷在。刷在独栋呢。对，白鹿这边的话想去找一下2楼底的马尾。马尾这是要扛压了，这一把是闪现跛脚羊啊。末世的牵制也不可能说牵制太久，能把闪现吃出来都可以。看监望追不追了，不选择追，找皮皮虾。气象这一把是个飞轮化险为夷啊。但过来的话，其实第一刀拿得很快，特别快了。那我觉得这牵制可能性很低了，很低。因为监望还有闪现，他能吃闪都不错了。对，但可能吃不出来了这个闪现飞轮预判，哇，再加一个。现在怎么这年头闪现那么好预判的吗？好。钻过去预判，拆掉了。但这波的话，其实已经是规避的很好了。对，这个规避的很好了。捕过一龙，钻过去有道具吗？吹了一下，拖了点时间。但这边应该是个黑龙来的，走位没走好。马机的话也差不多2台多，有输液嘛？有输液2台多一些。但有个地下室啊。地下室能直接贴过来救吗？大佛已经赶过来了，救应该是能救，愿力不是特别多，只有50点愿力。现在这个出来画完差不多是到地下室口的位置。对，这波可以见面直接摇怀表了。围龙拆掉了这个围龙，那没办法了，确实没办法。是，且愿力的话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但愿力不多，重点答复他有那个位置，他位置你是不清楚的。他是迷惑你，捕个围龙 ，A， 拖一点时间。大副在摸箱子，听到音效了，但监望怕跟丢人，对，所以没办法了，不能去管那个摸道具的大副了。其实他也很想管，摸了一个魔术棒，魔术棒还行吧，这道具运是能运回去的。我这一波的话是选择了挂外面，挂到红蝶亭抢节奏吧。因为他挂回去需要时间，现在密码机是3台半。冒险家那边的话是顶了个通缉，不过手上是有100%的密码输液。太远了，他管不了，在 S 板直接拍亮都行。直接秒了。对，那现在看看马尾怎么说了，他有化险为夷的马尾是。不过这边的话愿力会比较多一些。居然不直接愿力是有点多啊，想卡他头。对，但是。这波末世并没有摇出力，这边后撤来得及吗？来不及，来不及了，还是能把这个圈开出来。对，那现在密码就只差半台了，算上输液只差半台了。冒险家的话，现在是3个密码输液都已经挖过了。对的，没错。交个层云往角落一躺，哎呦，这还真没办法。挂好久。再加个飞轮倒角落，然后再爬2下。对，再爬2下，挂个人花个10几秒，密码机都要压好了。对，就这一波的话，其实差不多你挂完皮皮虾那边会直接亮，了。看开门战了，监望者有愿力有传送，这开门战也不是没有机会的。直接交传送，觉得这台密码机，那冒险家有输液肯定是能亮的呀。是的，那边的话是骗了一下白鹿。想骗过来，那全亮了呀，给一刀，什么意思呢？但这一波如果这么亮的话，其实对于他自己来说不太舒服呀。这肯定是冒险家先亮呀，然后独栋那边压着呀。这一波是我觉得失误了。这肯定失误了，这个，真的，因为冒险家也不是没有回光返照，而且他满状态啊。对呀，还有个飞轮，就实在不行的话，你交个飞轮都行。是的。但更好肯定是留到开门战区，这边还得是架着一个木偶师在。那主要是现在，哪怕刚刚其实正常来讲，传送落地把传送交了，监望只是亏了的。那现在的话，水照，这的话找到了马尾了。那现在他也救不了呀，9米围龙直接围。那这么打的话，还要多抓没问题。过板赶，再过板吗？被盖到了马尾。
但是这波砸头的话，其实对于监管者来说也还能接受。还有愿力，他没愿力还真的他直接过去就行了。没办法，愿力太多了，这波愿力太多，走一个吧。但这把其实前期的节奏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冒险家的机制利用起来，密码机你挂飞气象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够了。预判闪现呀，我觉得。而且这把的话，其实星耀梦要带什么一个技能的话，也是要去犹豫一下了。他多了一手前锋，然后还有个速修。没错。爱他。我幸运的话，在墓地那个箱子可以先翻一下。对，因为墓地那个位置会被封禁密码机嘛，密码机会前面40秒是破译不了的，所以可以先摸个箱子。不过这把的话还好，机械师跟前锋他的一个位置会离得比较近一点。就如果说接，但闪现有可能截局前锋啊。不过他的方向确实也是直接往那边去的，想找星河的前锋。不过找前锋的话，外围的娃娃数量可能会有点多。这密码却非常快，骗下来了。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自然的馈赠。就主要是机械师为什么能走到这个位置来呢？而且前锋不是在底下相当于插了一个眼吗？故意的吗？难道是？这故意不了吧？我觉得没太大的必要去撞监管者，来，跳舞，过去就好了呀！你互相骗。街舞，哎呦，我的妈呀，在斗舞，他们在，这一整颗球就这么没了。这边能打到吗？飞轮没摁出来，完了，这密码机加起来才1台。这闪现也没吃啊，都没好。那受诸葛亮来看，这闪现带的确实有点的多余了。如果不带这一脚一踹，这一把求者玩都玩不了了。是的，这个地方的话，星耀梦这边可能还是要去处理一下 S 版的娃娃，但是花子那边是赶紧过来。我觉得前锋没道具了。对，我觉得可以先处理娃娃呀。哎呦，这边给他无伤救了。他要无伤，我觉得可能还是先处理个娃娃会更赚一点嘛。主要是就先救。我围龙过去把娃娃打掉，你前锋也牵制不了呀，不可能牵制骗飞轮，不打算摁了。哎，什么意思啊？这不管。太能忍了，这能不管吗？那机械师摸好不就过来救人了吗？哇，星耀梦这把的话忍了好几波，就感觉眼里好像只有前锋。确实，带闪现是为了追前锋的嘛。玩偶也看不见，那边治疗也不管。主要是木偶师那个位置摸好了之后，真的还能忍吗？已经顶了个通缉了。好，摸好了。他可能觉得木偶师摸得慢，给你摸也能拦住你，你也玩不了，是不是？好，再举。2个人啊，怎么就？我感觉救不了了呀！12米围龙后撤截倒，感觉要倒椅子面前了。这个距离把控的有点差，这波他居然觉得还能救。而且你2个人过来的话，我觉得接势的那个位置是有点极限的情况之下，队友是不是可以一起也来一下呢？我是这么觉得，来都来了，不走空嘛，对不对？木偶师跟接势都到这个点了。市场一踹，哎呦，直接把甲门这台踹掉。现在密码机是只有3台，这你密码机破的再快也没用啊！这阵容摧枯拉朽了，这波该倒的位置倒了，然后后面救人也没救好，玩不了了。再打一次。对，但这里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围龙的愿力，直接打一刀。那看这波了，击倒谁都可以了，无所谓了。那无所谓啊，我先围龙就好了。对，越过障碍物，走8字出来，能打到。还是倒了，一个纯搏命的机械师，没有飞轮，没有膝跳反射，不可能牵制的。这个机械师的玩偶电都要没了，还剩个1/4电。对，这密码机还差2台，我的天，这个局势得多烈啊！求生者，感觉是因为前期对于求生者的这个调配会比较多一些。对，一直调配。每一波都2个人过来，然后还要调状态什么的。是的，前期我一口气追2个人，然后倒了2个人过来。那现在看看怎么说了。以现在角度来看啊，那4抓我觉得是跑不掉的了。对，因为你密码机还差1台半，那接师像玩偶那边是已经没有耐久。说实话，我在职业赛场上看到接神能把玩偶玩到1点电都没有的，还真的比较少见。基本上要么就被打掉，要么就还剩1点耐久。或者是说你修完之后刚好还能贴个门的那种，会有一些对出现。对，这把机械师的本体是1点密码机都没有破译的，纯是机械的玩偶在破译。那咋整呢？想不了一点办法。
这咋整？这90点愿力呢？ 2个人去拖1台多的兵马机。主要是能踹，就是这波打完之后能踹，锁住板子得倒了，飞轮也没用，飞轮前面用过了。前锋武师那边的话，已经没有什么去牵制的空间了，你过来直接找奈奈就行。主要是位置都知道的。好，钻回来了。这个先踹了。对，99踹掉，哎呦，好不容易修到99。那幸运儿你变成兜里面有个百宝袋也没用呀。现在翻箱子可能都没有时间去翻了。对，没东西了，现在它只有一个木轴。往墓地里面去转，但是牵制空间其实还是有限，毕竟你那边运力会比较多一些。对，姜王也不着急啊，我等啊，我靠近，我在9米围龙套住你，我就不赌什么那种12米、15米的围龙。对，其实就是最简单的那种操作嘛。对，没错。我贴近身位之后，我架个围龙，再直接拿你一刀。的5个围龙钻过来，飞轮顶，给一刀。那这个时候花瓷那边，不是，想直接过去。他那边也是选择先爬。看运过去，想运过去，运过去找末师的位置。先丢了末师的距离也不是特别的远，因为刚刚倒地的时候他也是知道的嘛，在独栋范围嘛，他走不了多远的。加上他本身牵制的一个时间没有特别久嘛，你就不会说你摸完这个压好的自起条之后还能去爬很久。先排，我过来就是已经是个大空地了，这边要堵都堵不了。是的，没。这佛脚羊的这个音效还是蛮有意思的。这边挂了之后呢，另外一边走，但是距离也是确定的呀。刚起没多远，脚印看到了，手里面还有40点愿力。但木偶师那边是个满挂。哎呦，这个围龙围回来就真没了。满挂木偶师要走地窖，得要砸一板。但是我可以锁板呀，砸一板都不够啊。他围龙生成的时候盖板出去了，再补个围龙。这个位置有刀吗？钻过来，跟的话有刀了，没有办法了，击倒了4抓，那还行吧，这把4抓了。这把4抓的话，感觉还光挽留一行3点，稍微点一点别的。我觉得他本身其实前期是选择搬掉这个冒险家的话，也是比较偏帮的那一边。没错。感觉好像听到了一些场外的因素，其实也不虚的。对的。主要是有移形，移形可以追冰幻飞行家这些角色。你一个钩锁，我一个链爪钩锁过去，我直接一个移形过去，一刀就有了。重点是邦邦的移形跟别人不一样。看一下萧梦是先往中场那边去靠一下。我这个点的话，木屋冰幻是选择先跟他绕一圈木屋。张狂底牌，这个天赋有踩板啊，有破坏欲。但是冰幻绕木屋是感觉他有钩锁还是挺厉害的呀。对，就你光绕不要进行一个拉点。对，那所以这边选择找中场了，找星河。但守墓人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好追了。星河是被盯上了吗？这一波这个位置我这守墓人是最不该追的。而且感觉他也是看了一下勘探员有没有出来。真能追吗？炸到一下了。下铲吧。真能追吗？不现实吧？没事，我觉得说还真能追，这波他打出来有移形啊。对他现在的话，只要出刀，然后先把这个守墓人打出来，等他铲子 CD 的时候有说法的。主要是第一炸吃了移形过去，贴脸，但是能进板，直接打了，没问题，没关系啊。收下波遥控雷收掉了。所以这里的话是赶紧下铲。下铲，对，修铲子。那后面队友在破E，小迪看看能不能帮一下忙，但是。这个位置帮忙有点泥菩萨过江了。对，而且气象如果这么想帮的话，其实他是有可能。遥控雷差点把炸出来了，但是那先踢板了。这个就是你气象如果说一直在这边的一个坏处嘛，就你这个雷很有可能说直接炸到气象的。对，不小心炸到他了，误伤到了。没关系，我先等再炸出来了，那现在只需要一炸就倒了。那我这个雷 OK， 可以，这不保不行了。对。如果刚刚那波的话不吹，你可能2个人都得倒在那。对，炸到了，好准，密码机2台半，也行吧，其实也可以吧。移形吃了，只是脸上这台密码机被压住了，稍微干扰了一下。对，这台密码机也90，也挺多的了。
那看下波怎么救人了。那下波要让谁过来救呢？气象救，然后花旗修中场密码机。那要过来吗？我觉得气象他单人会比较难救啊，因为他前期是吃过一个雷的状态。但我觉得但是只有他有化险为夷。我觉得他卡着也行吧，非得救吗？哪怕帮忙改版了之后，炸就炸了嘛。那没办法呀，这波要救真出事儿了。直接五雷轰顶，哎呦，有点重啊，这个头。是的，抬头一看5个雷，反正你不来救他也没关系，雷满了就塞嘛。对我塞嘛，雷满了就塞，直接炸。这没办法，你救不了啊，只能卖。那像密码机卖了之后还差1台，其实也能打。对，其实就怕下一个被秒特别多，有2个也想要补一下。是的，直接勾手，好远啊，也是冰幻了。这个冰幻的这道具是真的远，但是还是远程炸到了冰幻一下，好准炸到了。手里面有飞轮，刚刚是觉得没有炸到，所以没有加飞轮的。那这一波看情况了。官方的说法一个飞轮，飞轮，因为这个位置看不到底下的轮廓的。雷的轮，是不是有点快，有点着急感觉？急了，觉得姜万的上去了，但姜万的不上去了就很亏啊。但姜万这边选择管密码机，并没有去深追。那就先去追一下小迪的位置好了。小迪这边道具得交了，但那边打断了，处理过了，完了，道具是被打断了。断了个道具，那现在可能外围还得新起一台，因为我往中场那个大石头去挂，其实他那台密码机是开不掉的。不过没关系，冰幻已经起修了，现在压力给到勘探员了，因为勘探员他并没有回光返照。是的，现在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痛苦就来了。对，而且他知道他刚刚修的是大船底下的那台。对，他的方向应该是能确定的，看看在不在石头后面，不在要考虑出去吗？先塞个雷。再塞一个你别说，这个雷要炸完，5颗雷炸完，他的密码机是压不好的。塞了，开塞了，塞满了，可以，这波过来救了，10秒钟的时间，没有回光返照，没有回光返照，压力很大，很大压力，飞轮要弹，取消，擦到了，但没关系，起码救下来了。好，那边拉开，移形过去，贴脸能击倒吗？密码机压好了，没技能开门战3个人。是的，这波的话爬一下密码机能直接开，然后再去跟上小迪。有可能平，因为勘探员能地神贴门啊，冰幻有钩是可以到门口的，所以今晚要不先管这边呢，还说死追气象，死追气象应该就平局了。他求稳了，没问题啊，求稳了。要过雷，要倒了。OK， 可以。另外边门一半平局，有惊无险吧？这把对 MRC 来说，其实这把的话，压力就是都在这个勘探员的头上。对，你本身密码机不够，然后还要顶着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压力去救。对，你救下来大概率会躺地上。对，上没回光返照，那姜万的也是赢局。但可惜的是姜万并没有排。但相对的，歌剧在一些像小木屋的位置博弈，他回速有回速失误了，回速错了，真空期就很长了。这把的话，如果成都机的求生者能够完成一个多跑，就是他们会2比0。这个点其实开局感觉也可以去逼一下佣兵的走位或者是道具。如果给机会的话，确实也是可以去试一下的。不过这样抓的话，外面密码机会掉的比较快。那他，看一下白鹿这边也是先往大船底下去靠一下。不过感觉他的话是想要去追一下大船，大船那边是已经苟好了。这个位置找是能慢慢找到的，但是需要时间，看看能不能灵性的判断出来精准的位置。是的，他得先排一圈2楼。对，2楼都没有脚印呢。而且他排的很细节。是的。这样的话，感觉他其实也会去排一下他狗。我觉得应该要下去了。就你2楼已经排干净了，因为这个没办法了，这个位置只能躲，但也只能躲一会儿。不过他其实排得很干净，不过视角始终是差一点点。看到了，还是看到了，好险！这一波是有点惊险的。那第一刀速度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快，主要是没有交道具啊，亏小手。这一波开始交道就推出去了，想上2楼。上2楼的话，感觉有个加速还好。对，加速2个加速2段，姜万的不是闪现啊，姜万的是兴奋回速在下面。那边的话只能进短板了。应该倒了，这短板能6吗？感觉拖不出来这个火箭好的时间啊，你翻过来就倒了。这种位置白鹿的短板博弈太强势了，这个选手短板博弈会特别强势。
所以说这种位置基本上是必倒的。重点是兴奋没交，那下波空军过来一点威胁都没有。佣兵现在是先卡过来，对，佣兵也是没办法的，他不能像其他角色一样稍微慢悠悠的过来，他密码机不敢贪的，他只能提前过来，会少一些密码机，他这个版本，不然被发现了就是一定秒救。好，这波时间拖差不多了，被发现了之后直接弹。交换过来。小心这个位置还行吧，也没有操作他。是的，直接扎脸上去。对，这波冲脸上，让佣兵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以防监望者贪他双倒。先往远端去倒一下。找角落嘛，尽可能拖他挂人时间，同时密码机中场的多少了？80多了。再补了。然后中场的人，哎，不对，没有补了。对，补了，因为他们补的那个是杂技，佣兵是选择了原地先去兴起一台密码机嘛，所以杂技那边是要压满之后卡过来的，修不完。对。可能这边考虑是，但这样子的话会被逼救的很早啊。对，没错，首先他没有破译这台密码机，监望者也第一时间也能发现他，那就亏了。这波推锯子也没办法了，往角落倒吧，不然中场密码机就被折亮不了了。感觉这把其实救人上面并没有说拖到太多的节奏。是的，卡住，去监望者再盖个板，没有盖板。耳鸣还在，谁的耳鸣啊？这是中场的，还在修，抢修能开，横开还行，但他败状态呀，而且监望者还有 T， 现在底牌可以切的。我刚刚救人的话拿到状态，现在再去杂技，我觉得可以先不切。那看马尾，先看这个杂技给不给机会。对，看马尾怎么说了。这个点位杂技是有可能倒的，他就一个爆弹，能烧到吗？没烧到，要单板博弈。博板的机会。没博到监望者这边，一个短板能翻。哎呦，马尾这波很冷静啊，回速在脸上倒，那没办法了。是的。不是看密码机只剩一台了，脸上耳鸣，那这波传送了，挂人没收益。对，18那边是有提前跑的，所以相对来说身位会开一点点。并交了那个护腕了嘛。那现在这个位置还是得倒呀。把护腕交出来到大门的一个短板。隐约断了，那还能活几秒？看下位怎么说。另外一边的话呢，皮皮虾直接去破1密码机抢了，不抢不行了。杂技等他自愈就行了，这边要倒。同时看密码机摇晃，再摇。直接管吗？要挂吗？不守机子吗？闪的挂。先去挂佣兵，然后把它挂到大门的方向去。那这样子密码机有可能亮啊。但杂技它卡那个位置会比较远一点，他们是想让这个空军继续修，把它压满，然后杂技再卡过来。他这波挂人之后再去守密码机，密码机是能亮的，是一定能亮的，这密码机100%能亮的。不过他们是不太想要去救这个佣兵了，让杂技直接去走小门。对，点门是吗？让他跑一个就行嘛，保证。有枪，直接亮，可以。哎，不是，为什么不救呢？可能考虑到他拦截的一个点会比较远，因为当时杂技是绕的小船的那边。也行吧，这样打的话也可以求稳嘛。但这样子大局就给回局了，给回局大局。接下来第3把虽然你有小积分的优势，但是差，也行吧，就求稳嘛，没问题。求稳，反正看第3把嘛。但这样的话，其实杂技那边会跑得比较稳一点，而且他们可能也是考虑到你空军压的那台是大船的密码机嘛，就你大船下来之后，其实依赖他的蛛丝，我蛛丝量有多少，那我就能追多少。我蛛丝量一旦被前锋打断了其中一波，其中一个3层蛛丝断了，那我就等3层蛛丝30多秒真空期呢。这前锋的话，他不一定要说要来很多波，你只要打断一波其实就行了。上贴就堵心里的位置，其实这个位置可以追火灾的。追火灾，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直接追火灾吧。追飞行家的话，就是往大房去溜了。追飞行家，它有个坏处就是不干扰密码机。对，就是我追火灾有可能会干扰到其他人的密码机，因为这个选点锁是左下方向的密码机的嘛。我白鹿找飞行家。对，先找一下飞行家。不太可能。拐了。找飞行家，他这个有点难受的。找飞行家就是一点密码机都不干扰，外面会爽修，且你还不能击倒，还会先去绕大房。是的，那这一波是过来找火灾了。火灾那边是已经卡在2楼了。然后看一下你来的一个方向。
不着急，先低头卡狩猎本能，不着急。对，现在其实先逛个60秒无所谓的，这个距离把道具就要交了，只要我不交蛛丝，你交道具，我就是血赚。是的，因为我是蛛丝一直存，跟跛脚一样，想拐了。想去找一下枯草。我觉得他会回头找火灾，但是那你还现在没回头，不回就是走的已经比较远了，不太想追了。想秒前锋吗？前锋提前拉球不给机会，很有经验啊。对，那边飞行家都卡到2楼去了，也不太给机会。他不想说在1楼修机，然后给你机会。现在对蜘蛛来说就是沉蛛丝嘛，先挂个60秒，准备启动了。其实这时候可以考虑启动了，可以启动了。架丝，好架着。那这里有个板子，再架一个。架过了，然后再拉起。这里是稍微有点失误了。而且这个位置要再侧一点点放丝的，他角度不够侧。右手边架成丝。前期第一刀其实这丝为什么没有架起来？还要架，还要搏板。这个板不好搏，再补个层丝吧，朋友。有点远，这个丝能搏吗？再补成这一波没刀就完了，只能搏。这波考虑飞轮的问题，没有跟过去。是的，那几个蛛丝其实交的没什么太大收益啊。过板，敢过板，反正敢过板，这波秒了。这里要闪过去了，交，直接交了，不用想，不用考虑。那边有人跟过去。他是预判这个前锋把球交到下一个板子，所以提前过去了。这边心里得要卡过来帮我们扛一刀，能扛到吗？侧刀，成败就此一局。打到心里那就很难受了。但密码机其实已经掉了差不多3台半了呀，很难受，特别难受。这把，考虑开门战吧，现在开始纯蛛丝吧，就考虑开门战的问题了。开门战顺秒一个，然后再用技能去抓一个平局，还是有机会。就我就不交蛛丝了，我就平地追。预判飞轮。但现在密码机真的3台半了，有点急呀。台都已经在修了呀。没办法，他前期节奏太差了。他们还有3个圈。这把 MRT 主要还要争胜，的话，他这个天赋选的还是那个不是狂暴，不是3狂暴那条线。他如果是点3狂暴，这把还有一波手里的机会，因为这个阵容比较脆嘛，救人的时候一旦失误了还有机会，不然的话没有什么机会了。他还不是3狂暴，他点的是那个幽闭恐惧那条线。看一下现在的话，密码机是附近的这2台，但是他其实已经可以往大房那边去冲了，还可以捡一下刚刚18给他摸的一个护腕。这个人可以不守的，他现在要干嘛？重点是要出2阶，要尽可能的拖那个时间，然后拖蛛丝、拖技能。看一下这波救人，淘汰进度条比较极限了。我觉得他这样的，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么想的：开门战我针对前锋倒楼挂飞之后还有个幽闭恐惧，我有幽闭恐惧你门开不了，我还能保平，也没问题。这个想法也是可以的。好，现在是已经捡到了18刚刚给他摸的一个护腕。摸的个护腕。但密码机的话其实已经是够了，这里的话直接帮忙堵了一个球。他觉得密码机不够，所以还能再挂一波。那这波前锋不是挂飞啊？这把他能平的面很低了，但这还有个护腕可以弹啊，弹到下一个1板1窗可以进板。现在蛛丝量也不够，这个蛛丝量不够，吐丝它也不划算。现在因为他现在不是2阶段，吐丝不划算，太不划算了。那门那边在点，虽然幽闭恐惧比较慢，但是幽闭恐惧效果不是常驻的，就前面的10来秒。而且这里的话，其实他也是还在牵制嘛，并这个丝为什么不接啊？坏了，开始吐丝了。那真的很穷了没办法了，那3跑了，这波是3跑了。那现在把人挂了，手里面有传送，重点是这个人挂了，还不是挂飞，两边门口都开了。是的，那边的话是直接出门完成了一个3跑。是的。先花点时间去处理一下嘛。对，因为你这把如果说被击倒之后，你人是一定会来救的。是的。那你救我就还有一个手椅的机会。没错。其实跟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角色是有很远，但其他角色我压过去也不是不行啊。因为安的基础移速相对来讲也不是说特别的慢，也是偏快那档，也是快的那档，加上自己有个底牌，开门开。去压一下大房这边，大房也是不考虑的。出事儿了！这一波出事儿了，脸上了。这个爱猫立大功了呀！上来直接找到冒险家，这太听话了。这要出事儿了。不影响，忍了，不影响。反正最想找的人能找到了，他就是个白板。给他双弹飞轮他也牵制不起来，何况他这把只有一个膝跳反射。但是有个2楼
你别说，这2楼没事，我觉得先踩板还是能追的。追是能追，是的。有个2楼能拖点时间哦，那这么一看，哭小手那波锯子还是挺重要的，不然他进不来的。对，但是这一波可能放猫就有点危险了，就怕什么呢？猫步失误了。好，啊，这样级别选手失误不太现实。直接打，卡位卡住啦，好细。下楼。那现在尴尬点来了，距离够了，小短板博弈。我博啥呀？我是安啊，直接来个猫一放。对，我等到猫一好一放，那这波抽刀博弈博到了倒是好，但是没博到也没关系，也是一波猫的事儿。那旁边是佣兵，佣兵的密码机肯定是不了的了。2楼还有个板子没用，佣兵可以先上2楼吧，摊密码机没问题。还是先摊了。摊吧，可以摊，佣兵是可以摊的，这个点位。大不了说上2楼那个缺口去卡着嘛。对你敢过来吗？你过来我就下来无伤救了。下来，想直接偷这波，只要指引就立刻秒掏。哎呀，没办法的，是这样的，使徒安这角色的攻击前摇跟他僵直就是比较久。你敢指引，我就立刻直接掏；你不指引呢，我就等你猫掉。攻上来了，已经来了。想保，因为这把他们要争3，不考虑赢那考虑争净胜也是得要争3的。这的话得交机换消了。点刺猫步的时候得要那个啥，得打，再打一下，再打一下。对，废掉他这个移形，不废不行。这边再聚一下，配合打起来了。小迪那边是赶紧先跑。是的，那但是现在密码机的话，因为是只有2台半多一点，然后你这一波救人是全部人都在帮。下一波可以坐车，下一波可以坐车，有人接一下吗？来了来了，绕过来了。这得来吧，这车得接啊。好，接了。猫步指引，锁一下佣兵的密码机，再炸猫。炸猫瞬间，恫吓的时候就把那个加速给用了就行，恫吓不到的。这时候酷手得走了，酷手得走了，不走跟他们跑一起了，不走吗？想帮忙扛吗？但是这一波要帮的话，你猫上身你是很难去帮的呀。结果来看，把猫给抢了也没啥问题，也没啥问题。但后面这波猫扑到了，这位置板子要不先帮忙。抢过来帮卡一下啊！但是定住了。这个猫不是哭泣在我身上的猫吗？这感觉，这样打的话，其实密码机也还差1台半，而且冒险家那边已经是一个2挂了，不太够。哭丑这一波可以不管他的了，哭丑直接走就行了，会多一些密码机。其实当时就差一些密码机，炸猫还能干扰他10秒钟的破译，好难受啊！现在就本来就已经不太够了，现在还修不了。对，那古董伤了，现在压力给到古董伤了。不过下一波那个佣兵也可以过来帮我们扛刀，但他首先得血线很危险。哎呀，那没什么说法了，没说法了，没说法了，就定着去打这个冒险家就行。真没说法了，现在就下一波我放猫恫吓，古董伤要加奥飞轮，然后再用棍过来保。但他那边得拖半台多密码机啊，而且他是这边还能炸猫，哎呀，好难受。修不了，再受不了，能不能切个兴奋嘛？来了，切了，就切个兴奋，你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吧？我请问，还真的没有办法。兴奋往下面跳吧，他想偷袭，但无所谓，反正他求稳为主的话，直接交就行。我往下面跳不需要兴奋，他有可能卡我是要偷袭的，所以我直接兴奋跳就行了。就我不需要他，不管他来不来管我，反正我兴奋就能把人挂上，飞轮顶掉。但还差半台机。他们现在要争3-2-3跑，道具现在还剩1/4，古董上没有多少道具了，要不现在去找哭丑监王者，点刺，准备放猫扑哭丑了，放猫扑哭丑，扑哭丑吗？还是想去处理一下这个古董伤，老老实实，好稳，这波得赶一下了吧？还不赶哭丑，密码机压好了，他就铁了心觉得你的密码机压不好，对，他对密码机判断很准确啊，有一说一啊。那想想其实他已经干扰了2-3波，他都没办法修。重点是哭丑，他的破译速度会较慢一点点，能眩晕住，老老实实打古董伤针对了。重点是古董伤也没有回光返照，救过人了，飞刃也交过了，所以我觉得他不管哭泣小丑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你没有回光返照啊，压好也没用啊。他大概也是知道你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嘛，你现在击倒了古董伤，救完之后古董伤我还可以打你个针对。那我这个不着急啊，我放猫呀，不急，最后还能拉一波猫，晕住。A 晕 A 小晕，救下来得直接亮了，还不亮。
点刺捡道具，哎，你这换道具换，哎呦这给一个香水给古董商，不是这道具没换上吗？这香水肯定是佣兵啊，但佣兵拿也能追佣兵，其实一样没什么区别，但是总比古董商拿香水好一点点。对对对，那你古董商又挂过吗？对，哎，不过也不影响了，这波监管者优势还是很大的，要平还是很简单的。这3个互换能凑对下吗？讲到底，星河，还是先管一下门，那感觉得救了呀，谭红丸去。要不把门给关了吧？门口点门不关，星河梦你，那就回去先管吧，反正灯笼门没点过，对，也行。灯笼门也没管过，逮到也行。捡那个专武，但是被发现了没用。对，捡那个对新安遗产，捡那个对新安乌木宝具。对新安乌木宝具，但是没用啊，被发现了有脚印。那另外一边点门呢，想挂针吗？不可能吧，这个人挂飞了呀。点个门跑。摸了半颗球。补个道具，150分到手。感觉可能到了后面，他们也是，就是大家都想保平了。是的。那现在对于成都竞技来说很好呀，因为我有金胜啊。2比1。然后最后也是完成了这个平局。那恭喜成都竞技拿下了最终的胜利了，恭喜！像成绩的话，我觉得今天他们的状态其实调整的，上周要好挺多的。对。还是要去寻求一些突破的点吧。你像这个阵容的话，你能够去起追的节奏就会比较困难。对，起追的话，在博弈里面，你跟这个魔术师的，你要去找他的这样的一个调。去选的话也是一个 Z 字形，然后选在了大门附近。那看一下起追脸上的大副，可以先去尝试一下咯，或者说你可以以追代赶嘛。他反正这个位置的话，可以把墓地先锁住嘛。然后强者这边来看下起追。反正的话，开局不着急嘛，这个阵容毕竟比较难突破。看一下有谁的位置是能有找到机会的。对的，可以先跟一手大副。这边的话也可以攒下自己的愿力，回到中场。对，都赶一赶。2楼我也赶一赶 ，S 版我也赶一赶。感觉的话，教授这个位置可能还是要去突破一下了。是因为他这里是可以放单向龙的。对的。就比较难牵制吧。也不着急，给到转一个双鞋的机会，先拿围龙罩住。逼你去平地博弈，这样也在骗你的。哎，骗到了！哎呦，这手鳞片还是要在这种鳞片上博弈成功才行。对的。那这样子其实前期的节奏很顺。8字很危险啊，教授。对，但刚好有一个电车是卡住了点位，还好没有被撞到。下一个围龙可能教授就比较难了，他也是没有携带飞轮的。这边双板的话就要交闪现了。对，收掉。这个击倒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前期的话，它其实是等于路过了所有人，那你这个破译速度的话是比较慢的。没错。包括这一局的话，其实教授他的一个发挥就并没有把自己的一个本身的被动效应以及他的一个主动效应给发挥出来。其实还是这台密码机会危险一点吧。我觉得如果说队友给他报一下点的话，提前去贴到这边的一个双板，会更安全一些。那真九这里的话，只需要稳定手椅，就不要给他一个2-6的手法，就比较优势了。改变，哎，越龙过来，哦呦，导人飞射，但是对于木偶师来讲问题也不大。对，毕竟你是跛脚羊的，没有放笼子的震慑嘛，本身也是缺伤害的，刚好被顶掉了。这样的话，再把教授的路给封一封，还是想把他牵回来吗？应该是。是的，这整体密码其实不太够的，现在。把我往角落一挂。这把球呢，你想去保平啊，或者说你想去翻盘，你一定要给到教授一个2-6、3-6的空间。没错。这一波大副的救人很关键的一个点。天角表。那这里的话，我以为是拦截到了，看一下能不能预判到位置。是的，预判到了。但这边的距离还是比较够。插刀有点慢，来不及。对。还是能掏。哎，但围龙失误了。是的。越龙过来。谭大副，但是这2个龙都废掉了。对。而且他好像有点丢，还好。还好找到了。对他如果往那边走，就彻底丢视野了。
那这样的话能够去继续追击一下教授还行。但其实给到教授一定的2-6空间吧，算是，因为愿力值目前来说就一个单龙了，是还得博弈，还得搏这。个鳞片的话他有被动，哎，把它卡过去照进，来了，一举手感觉教授很慌。这个位置的话，第2段鳞片选择下板，然后再拆龙。没错真，九的愿力稍微有点空，最后一个龙子骗了一刀，哎呦骗到了。一个慢翻，这一波的一个博弈还是监管更胜一筹啊，很极限啊。因为如果说这个龙子再没有处理掉的话，应该是有机会拖到密码机修的差不多。没错，因为队友可以过来帮忙了。是的，那这边把中场一灌，然后也是来到了最后一台。那他现在要去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处理开门战，或者说怎么样守住最后一台机了。对自己的2手节奏，现在也是先往墓地去驱赶看一下啊。但其实左右两边的话，这局密码机分布是比较好的。他们这个留密码机留的太好了，对，一个独栋，一个假门，一个墓地，3对条。 3个方向最远的那台，那他根本是不可能守过来的。对的，这里要挑一个人追，想摊这个半状态大副，有尾龙的话，黑龙没有放好。没错。手上有闪现要交吗？直接可以选择交了。那这个位置没有地下室，但可以考虑打一个手椅拦截了。对的。因为他也注意到这个密码机的一个分布了，他是很难去打一个控场的。但他能够很清晰的知道3个人的方位了。对，那这里有没有一个把大龙拦住的说法？因为木偶师的话还是比较怕被拦截的。这一个变身。你交的话，我可以继续封笼子。然后再哦呦，给一个秒龙，还好秒秒压好了。但下一个笼子能秒这个出，能状态打到吗？可以打到一个，但是还有机会。哦呦，这八个字走八字位，漂给到一亮，刀。这波处理的很细。对的，但愿力值也不太够。没关系，先挂人，然后攒一下。像一花的话，他很难去拉开这个范围。是的，但有个怀表。然后目前有个单龙了，但这边笼子要罩住才行。能不能？位置有点远，电车也来了，先交怀表。没关系，还有机会。哦呦，还是哦呦，好准！好预判。因为确实电车也帮他去阻挡了笼子内的一个活动空间。没错。所以他直接一个8字精准的找到大副。那这样的话是直接拿下一个3抓呀，漂亮第一局。没错，在面对这么克制的阵容情况下，真就还是找到了一丝突破的机会啊！还是抓住机会了，确实以力破万法了啊！大力出奇迹，看看能不能用版本的一个高追击的一个监管者去找机会。对，就觉得还是能做到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自身的熟练度。很天赋的一个携带，基本上第一回合的话，求生方都会选择带3个化险为夷，然后保证对局的一个密码机嘛。哎，不过魔术师的这个这边反手是去找了火灾，他也知道嘛，面对魔术师的话，你毕竟道具还是比较多，但中场这边感觉还是要驱赶一下守门人，顺手去逼一下你的道具，看看你交不交。我说你这。2个板子一被踩，压力就很大了。这个对，实际道具也捏得非常稳啊，那贴的有点近了，这边给一刀，交的很极限。但感觉东轩可能就觉得你这样交的话，我就直接追你了。要起追了。是的，因为你中间有一个 CD 嘛。再给一刀。这个 CD 我直接去拿到第2刀，那守门我觉得要提前去下第2个铲子了。但前面的话，看一下火灾有没有帮忙去下一个辅助板啊？没有，还要自己去下。还是想去看太刀哦，已经交了。但这边板子一破，其实对于11来说就没有什么很好的点位去转了。但是东玄的话，他不好去拿这一刀嘛，他要一直等。对。等的话，外面密码机就很快。我觉得他在等自己的一个双龙。但是这里的话，你只能去要等铲子吗？哇，想硬摊硬等吗？硬等的话，感觉时间会有点久啊。双龙，但是守门人这里还有很长的一个时间，而且他能够钻到地底下。对的，想利用电车，但没有上到。把你震走，然后上车。对，但这样子的话，整体密码机我们看到已经是来到一个3台了，就这一波的一个牵制，我觉得还是挺。其实我觉得他这波不上车，我直接去钻到这个电车底下也挺好的，对吧？我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让你没有办法去把我打出来。对，市场一脚。市场还行，这个节奏还不错。
把文龙一猜，直接无伤救。但你也等于刷，因为你没有化险为夷，有可能转不走。哇，想要去拿气囊保一下，卡在气囊里面，但是还是走出来了。那前面的双板是给拆掉过，所以说这边只能肉身去扛刀。侧着围龙想要去硬扛这一刀卡位，那没办法，飞龙还挡躲掉了。我的天，全是操作。对的，那像愿力值不太够。是的，这两个还在陪跑，这里还想扛。对，可惜了，刚好赵龙的时候把火灾照出去了。我觉得他就是极限的一个熟练度。对的，把人给卡在外面。这样的话，被踹的密码机其实也是弥补回来了一些。但问题是在于你外面的这几个人，只有木偶是有化险为夷嘛？对的，而且你下野之后，实际这边是没有道具嘛，还是抓住了这一点，知道你没办法一个很好的2次牵制。救人妹的话，他最怕就是我自己倒了。对。这样的话打一刀，木偶再处理掉守墓人，想把他吸回来。哎呦。马机还差2台，比较难啊。这把的话，确实给到监管者一个很大的机会了。对，主要现在基本上有个问题，就是淘汰了守墓人之后，他的市场马上要好。外围的密码机你开2台之后，还要再被踹一脚。对，而且2阶的跛脚羊他是不需要去辅助技能去抓人的，他自己就可以秒人。对。看一下狗狗这边也是在独栋，然后东玄这边一直目光所视都在独栋密码机附近。没错，看一下东玄的一个嗅觉，他如果说能迅速的处理掉第2个人的话，他这把就迎来一个多抓面了。对的，因为前面七郎是打掉过1个了，只剩1个。那这边也意识到了，看到脚印，放一个围龙，围龙过来，想走8字，是黑龙，再放一个。短的，但是这个笼子不好走啊，感觉很尴尬，把自己卡住了，等于是。可惜，那2个龙还全废掉，好秀呀！狗这火灾真跟他玩明白了，太会牵制跛脚羊了。密码机现在差的不多了，马上压好了。说这里要把人骗下去，交一个笼子再反转落地，但是这刀拿不到，而且是有可能会把自己钻上去的。啊，还好，还好。飞轮躲一刀，也给自己留了一手道具。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威龙愿力值交飞压好了，而且这边还拿不到刀，再给一刀，密码机直接通天，亮了。那感觉这把保平面很大呀。对，因为上面有一个上挂节奏，那对于后手的像魔术师、木偶师的道具消耗的话也不多。是的。然后这里反追去找木偶师吗？但是你抓木偶师的话，其实很危险，因为假面就有地窖，而且看一下月龙过来先变。木偶师这个角色的话，能硬吃你一个挽留。然后这边愿力值也不太够，但还有一个围龙，最后一个围龙，但是这个笼子等一下，他失误了。这样的话，木偶师已经在地上去等火的一个气囊，选择交传送坏了。那这样子一个3炮，哎呦，拿下，真的。就更有效一点，就看天赋选择还是没问题，选歌剧。起追目标的话，还是以大船为主吧，我觉得。就你现在基本上看到，来看还是选择追大船的火灾。那就这个选点的话，好像就是一个1v1了，就1v1，要进入单链了。对，因为离别的人有点太远。而且火灾在大船这个位置，好，那从海边这个位置的话，肯定是要去找一下大船的火灾了。对，火灾的一个牵制思路，他是选择去2楼，然后反绕过去，这边2个人擦肩而过吗？是的，但回溯过来，交易回溯差点就掉到怀里，还好没有下去啊。这边意识到你的残影在这边嘛，那这样子再从上面的窗户下去，但回溯交过，所以说距离可以拉得稍微开一点。感觉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近，有点近。然后这边看第2个气囊怎么放了。选择上楼的一个气囊，那还可以再绕一圈，再利用自己的一个第1个气囊。对。这边的话也是下楼，然后从这边。火灾这个规划还是不错的。但这个距离好像拉不太开。但是断引了，不过还好这边有个回速，这刀有了。哎呦。好有压力呀！大车距，尽可能一个回溯1刀。
主要是你现在窗台没有好嘛，嗯你只能交一个板弹，但没有板的给你下一个续刀，转闪的话现一定要翻，哎呦可惜。但这个现时间来说的话，其实还是稍微不是很够，因为前期第一波气囊我感觉交了之后，反而是把这个身躯拉近了。来看一下挂在海边这个位置，而且海边这个椅子基本上很难有一个2次牵制的机会啊。是的，干扰到这边大门的一个密码机。我觉得主要是火灾这个角色，他的问题就在于你的道具，你上完椅之后，你可能就没有了。对，这边变成一个纯白板像过来救。那先打一刀，我感觉这个节奏非常好啊。对的。然后闪现还在手上嘛，而且技能也没有交，对这，闪现可以留到后期再去用啊。是。而这局火灾应该是这辈子也再用不了他第一个气囊了，这个距离。感觉是要尽可能利用化险为夷，带走这个大门附近了。这边的话确实密码机比较近啊，大门、大船、海边，所以得赶紧破译。就第一时间也是挂回来中场，然后也已知这边佣兵的一个位置，所以还是选择先主动出击去排一下点位。求生者也是天去绕了，一花的话但一花他每次他的救人位都是非常神出鬼没的，是就意识到你挂过来这个椅子的一个用途了。这位绕过来，直接一个万能哦呦，伤，闪现还一半了，好秀啊！他甚至于说防了一手你的闪现震慑。对的，其实真有这波真没问题，但是一花比他更细节。对，从他来挂过来中场这个椅子的时候，他的一切举动好像已经被摸得非常。一花比他高一层。对对对，有点厉害这一波。那现在闪现交的话，其实对于真九来说，这个节奏就稍微的没翻了，对，没那么的好了。这把保平的一个面就来了。尤其是你这波第二波密码机多，而且你还不好续节奏的情况。是的，因为约等于说是一个无伤救嘛。那外围的话也是一个满状态的佣兵，然后也选择去卡在海边的位置，这样子也可以持续给到一个耳鸣。看一下来到大船，而且大船的气象的话更是难处理的点。对的，我觉得他们的一个密码机分布也挺好的，就是让气象这边去救第一波，然后破大船这边密码机，然后也可以更好的利用这边的地形牵制。看一下，也是往海边去带。大龙的话，他可以等一下再飞上去，或者我就利用一个风在这里博弈也行。没错，闪一波是过来用刀，先拿一刀，没有选择去交自己的一个道具啊。对的。这个点位再上大船就有点难了，手上有。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自己的话是没有回光返照，他不能倒。对，现在而且断了一个。感觉看真九能不能去发现这一点，因为他这个飞轮没有交过嘛。哎，强风躲掉，哎呦，抽到没抽到？但2个板都下了，所以先踩一块儿。但这边是一个技能感觉要倒，飞轮能不能去？这个飞轮不交肯定要倒，但你交了飞，哎，回这骗到了。那手上还有飞轮强推开，也知道密码机快好了。忍不住了，真九选择去传送，因为如果说你像这个飞轮一交，我就肯定追你了。对的，我知道你没有回光返照，但是他一直忍住了。没错，关键啊。因为现在外围的话是2台密码机的，其实这个传送交了意义不是很大，没办法去快速的击倒佣兵啊。佣兵这里的话，主要拖到队友密码机压好，其实可以考虑去早点吃刀早点开，对，不要让监管的传送拖好。然后这里道具也留了，搞真九这边是有一点。他好像意识到哪里不对，对2难的一个状态。那你现在再赶过去，我就可以选择直接亮了呀。对的，而且还断影了。这边的话，好在说2个人的位置都在同一个点位，但你面对杂技演员，你要去开门战追击的话，是不是有点难啊？而且不如把他放走，让他对，让他去点门算了。对对对，这样的话你追他又难追，而且收益又低。踩板前面的话有个影子，看回速大门应该要开了，但这里的话也是要拦截他去大门的一个方向。追了，他要去保平了这把。对。
但尤明是个满状态，如果说跳球能进到前面的101窗的话，有一个扛刀的说法，看一直下接跳跳球，球一个土土球球没有覆盖到，但这一刀没有打中，打到佣尤明是的能弹弹，的，然后他还有一个球，对的，球队 CD 能赚好，而且这把杂技是有双弹的，哎呦可惜，这个预判就想去借一个反弹，可能这个位置是的。那脸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但你在前期没有开技能以及没有辅助技能进入冷却的时候，你面对到像病患也好、入殓师也好，你是很难去追的。古董商就不用说了，古董商玩客，对吧？就我觉得喧嚣他的节奏就有点像以前的雕刻家，对吧？对的。在2阶之前他是有一定的一个古董商附近，哇，直接是挑阵容里面最难追的去追啊！因为双十一这个点位，我觉得基本上不太会去碰的。他是不是有可能带了个兴奋啊？因为觉得你大船不可能是古董商，所以说我直接来这边找，有可能。OK， 来看一下其实的话，果然是找古董商。其实我觉得选方也会意识到，就知道你不往那边选，去找古董商这个点位的话，大概率就带手兴奋了。带手兴奋，所以这里的话，古董商也是选择了一个拉点的打法。没错，这边的话可能要更好的去利用到入殓师这个灵柩的一个反身，拉开一定的距离嘛。是。所以说前期的话要找一下大船这个附近。他真的是一点都不省，全程去开了一个加速再拉点。对。现在的话就没有必要了，在这个位置要博弈一下。板，那这里还是要回海边的位置。是。其实他如果说察觉到的话，他就可以一棍一棍的去试探。对。哎，有一个拿到机会，漂亮！哇！而且是一个近身距离要博弈的一个情况了。这样的话，你的张狂也是能配合上嘛？对的。直接交兴奋，配合自己的一个张狂，而且这边不怕被板砸，可以直接空中飞人飞过去补。哎呦！没错，再给一棍。时间上来讲，兴奋已经结束了。对，双重惊喜在，然后这边的话应该主动去利用飞轮去顶掉这个命中才行。现在就怕。好，飞轮已经交过了。那只能看这个机关枪怎么交了，选择往海边角落走，那应该是没有牵制空间了，不牵制了。对，这个位置。但其实整体密码机你会发现还是挺足够的，对吧？毕竟你的兴奋暴露了，然后你后手的话有个入殓师的灵柩，看能不能给到古董商一个比较好的牵制了。将近3台吧，将近3台。那这边的话也是往中场去赶，想去打一手拦截，但同样的11也是神出鬼没。来到了海侧的位置过来的，绕过来了，而且一贯弹过来，应该是可以无伤的。要不要强弹用一刀？弹到了，这样再来管一下。去跟入殓师对接了一手，因为知道了你是携带了兴奋嘛，那我这个灵柩是可以往大船去放，然后你人的话就往小房去倒。这里应该是要强行把古董商给挂回海边那边。对的。这边棺材也可以上。中场有一个椅子更近一点，要不要考虑挂过去？哇，他甚至想，一路搬这么远吗？搬到海边的位置吗？搬到脸上了已经。对，但这同样也是挪到了大门。对，大门的附近。大船还要远。这样子就看他一个下野牵制了。像密码机整体来看的话，还差2台的节奏。而且东玄这个空中飞人的话，他也是没有位移很远的距离嘛。有一定的身距，兴奋也好了。这边双惊喜没上到球，再落地再给2棍，哎呦，忍不了。对的，你交2棍，那我就交这个兴奋。我兴奋带都带了，敢打我就开。那整体来看，其实对于这一局，我觉得东玄是有机会的，是真有机会。起码海边密码机其实跟他第1局也是差的不多的，对吧？对，就是第1个人挂飞剩2台。但问题在于说，这手喧嚣不一样。对，喧嚣的话，他的一个终结能力还是咬人就比博雅更厉害一点了。对，看能不能去通过自己的一个2阶，而且他自己还是有底牌在手上的。古董飞人过来，上限很高。已经远程看到了11的点位。哎，这边是一个单换的佣兵，哎，没有看到进大船，但应该能嗅到脚印吧？双惊喜排点排到了，古董飞人赶过来。那这样子的话，外面2台必须快速的去进行破译了。一个护腕，但是距离并没有拉开，而且他主要这里撞墙了嘛。是的，要走到这边一个出口上去，等于说你这个护腕，反而弹得比较短。
这样的话在海边还可以挂上，还能打一个手椅的拦截。哇，这一波的话就很关键了。对，这一波感觉求生有点难以招架的。他们是不是想直接亮啊？有的可能性，因为现在没有人在往这边动，都在修强亮，然后让队友去卡着吗？看一下。但是伊森这里的话已经是被金龙给贴了过来，东玄决定回去守一下。哦，这样子要不选直接亮，等他过去了之后再亮。想要让入殓师换位，然后病患救人，我看懂了。这换位有点远吧，他去。但是他很巧妙，因为病患来救人，他是跟着监管的身后来的。是的。所以说东玄他不可能拦截得到，因为我人是跟着你屁股后面的。哎，空中飞人给到，哎呦，但是有给到机会点远了。这边这样的话，入殓师那边马上贴到密码机，病患是能救的。没错，没上到球，两双惊喜救下来。想打病患吗？可以考虑直接亮，他没有挽留。对的，但是这一手开门战追病患的话，我觉得有点风险吧。难道说？有狗手叫出来，这边感觉。而且这边还有地窖，我天哪！对的。主要是我3狗手现在还有一个呢。是的，还好这边熟练度很高，而且的话只差最后一个粘土舞台。双击没给到，而且病患也没什么钩子了，一空中飞人飞过来有机会击倒，交钩要飞过去，感觉有个交互窗的机会。有没有绕场谢幕？没有，空中飞人也没有。这边门走不掉，门4，他们是点了2个门，哎呦，还好，我的天，差点又复刻第一局。还好他是点小门，如果说这波2个人都在大门的话，病患真走了。是的，他这波操作真的很秀，他这个钩子，哇，吓死了。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成功守住了这个平局啊。是的，不得不说 ACT 他们今天的求生者好有进攻，个都是没问题的，对吧？因为你面对这个阵容，你要4跑的话，其实心理学家这个点位就会很难以说在开门战有所文章。安的话还是太稳健了，就是你。OB 位什么的你也拿我没办法，包那个位置比较难牵制。闪锁密码机也行。守住大房的话，你会导致心理跟空军会撞机子嘛？对的，而且你还不敢去大门修，对吧？因为你会被杂技给赶过来。就看一下，如果说他前期杂，看一下起追阵容里面肯定杂剑员他是最好去牵制的。然后这里的一个转点思路的话，是直接往大房这边走，这样子可以给到大门密码机，让军少天这边破译不会跟撞机子。他把密码机给让出来，但这个位置还是在躲。是的。那就觉得你大门既然想留给他，我去追，那反而是上当了。主要是这边有点过早了，对，来的过早了，有点。本来心里是打算过来的，但是发现你回头，我就不来了。那这边的话，只能去中场去驱赶一下。对，有点难啊。要不还是去沙坡找空军吧，空军还是好追的呀。对的。但是这样子前期的拉点是给到求生者这边，拉扯了1台密码机的时间啊。对。然后才进入了一个追击状态。哎，沉默有拐弯跳的机会。然后再跳，不给你去放。但是这边其实飞轮交出来躲掉了这个沉默，还是有这个交枪手法的。直接闪现去开这一刀。看一下，再交一个平行猫。这只猫的话要躲。对，但是队友会知道。咬到了守墓人身上。哎，那这样子我可以选择追杂技了。杂技，对的，打杂技一刀了。那开启一阶后还要走吗？哎呦，他。打的有点控场型监管了，控场型使徒安是吧？是，但是这样的话再反绕看杂技会不会上当吧？这边的一个指猫之后，猫的一个圈会比较大，看能不能一个远程眩晕没有。进行一个炸猫，那还要再等一只猫。对，因为大房这个点位其实真久不想追也是有原因的。牵制。对的。这难追击啊。哎，一个红球封路，这样的话要被锁技能了。对的，就是让你整天锁我技能，我也锁下你的。密码机来到了一个4台，而且这一把要知道一个问题点在于说，空军是留了一把枪的。对，而且守墓人的话，这个换眼为夷，他可以去留到后面去交了。没错。
老三这边的话还有牵制空间。看一下，这个一个球量还是比较多的。这边直接选择跳球拉开距离，但是远程是给到一个眩晕，还是击倒。这个位置的话，你好像卡不住密码机了，只能说我去挂一个比较好守的椅子。其实我觉得可以，要不把这个，看一下怎么去选择，还是选择去把枪给省下来也行，因为守门人救人的话很稳啊。对，他想救这个史端的人是比较容易的。没错，在脸上这边的话，就是军少点在破译密码机。是的。拉包回来，但是我不出来，你就只能打。没错。要开个2阶吗？看一下，我震慑要这有搏吗？这有点难吧？使徒的刀毕竟慢啊。如果说你是一个鱼女啊，或者说是红莲那种，可能还行。哎，要去控场了，出刀速度快一点那种。看一下，这边也是往大门再去牵制，哎，去大门这个点位，想尽可能拉走这边的遗产。对，往角落倒，然后一花这边也是顺势补上密码机，另外一边补上泰传送落地，还是打一个控场。感觉这一把真九他是有一点着急了，就感觉他这个使徒安玩的还是比较飘逸吧，感觉喜欢两边去换，但是能不能去打出这个收益呢？你4个人的场是控不住的呀。就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你没办法像女巫之类的，它有个多线条的一个管控。对，你现在只能说单一个使团去追击，然后利用自己的猫的位移进行管密码机有点难。其实你就算是玩一些控场型监管，你像速闪之类的，你也得手上有人的时候才行去进行一个拉扯。是的，早期那边已经开始兴起密码机了，因为现在如果说你没办法去很有效的消耗求生的一些道具的话，可能面临开门战上面，求生可以去运营一个多跑了。而且空军这把枪永远是你的一个心腹大忌啊，因为你底牌切了呀，对吧？这很尴尬。你这把枪一旦不逼你，甚至于说后面有被3跑4跑的说法。对，这把枪的作用性现在可太大了。虽然底牌切了之后，我知道你是硬带传送的，那这把枪到了开门战，无限的压力。回双刀有了，拿一刀。那守门人现在这个满装，他可以过来救人。没错。而且另外一边的话，可以考虑让新敏贴门了。等会儿，我是摸了一根针。但如果说他们要去争这一手，他应该没打算争4跑了，应该还是往3跑去打。因为这个点位的话，能看到心里压的是小门嘛。但是他有这把枪，那肯定是能多跑的。对，他很难说被你保平。开门战的话，你很难秒没 A 到，那把人救下，守墓应该是贴大门。哎，想找守墓，又找守墓吗？一直在进行换人的一个打法。因为知道空军有把枪，但这样的话，感觉也是很。这我觉得绕过来之后，要赌一把，让人来点大门，传送落地找。直接交传。那这个门是开不完的，60的一个门。对，可以。哎，没看到了，那也是往角落倒。直接卖自己，哇，太稳了。在这边不选择挂吗？还要他吗？不是这样的话，其实挽留拖完之后，其实求生方大有作为啊。不，他这个打法说话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太拼了。我觉得留一个其实也是可以让队友去发挥。虽然说心理这边确实是把这个给交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这个使徒安很难去拉扯住。是的，你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机动性。因为现在其实求生方最希望的就是你拖时间。对，只要把这个挽留一拖过，那其实这把枪啊也好，或者说后期的求生者他们这一个操作空间很大了。但这边的话，提前是已经排到了大龙了。大龙在角落里吗？那这个时间点，对面的求生者一个点门，一个在大房，有点来不及的。50秒的一个挽留，他拖不完。对，这边大龙如果说能追倒的话，那有机会去保平。还在这把枪爆开，猫已经要过来了。哦哟，被躲了，飞轮躲一刀，但是猫还在晕掉。是的，他还是有点太着急了。另外一边，
刚赶到去摸心理，然后空军这边是一个2挂的一个状态。那确实是有一些机会啊，现在。对，有一个保平的说法在。然后把心理点起来之后，还在原地摸，20秒的挽留。难道说这边一花已经贴了过来，是不给你出去的一个说法？是的。很久的话，他这里你要去管那边2个互摸的人，就要承受守门人救人的一个压力。但真久不能让他们摸，跳过来还想打心理。反流的最后2秒呀！是的，但是这手心理打下去之后后落地下来找空军，那空军现在是一个挂飞了。没错，帽交出来，但这边的话只要保证心理给点起来就行了，所以说先往远处跑。是的，不过脸上的门也是要开了，难道说这边要当你的面把小门给走掉吗？应该是要了，因为那边对90了，已经摸到90了。好像是能3跑。猫的话应该是一个4秒、3秒，来不太及了。对，哇，这手打法太拼了。如果说空军好打，对。那现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记录员他是很怕这种什么心理啊、野人啊，我过来给他扛刀，对，然后再补状态换节奏的。记录员我觉得也是，就是感觉没有办法，但是办法吧。但是如果说这种记录员可以堵到对面的体的一个十字形。找谁呢？还找心理吧，就对，找心理或者园丁吧。因为你现在不找心理，等后面他们扛刀，然后心理再移情，会更麻烦。好，看一下，没有选择往大房去啊，选择先往小树林这边过来，是不是要直穿中场呢？就我觉得他的思路反正是可以选择找园丁嘛。是，他过来先骗个猪也可以。骗个提成，这样的话让你的后面的一个时间变短。没错，然后这里的话再观察一下大房的位置是心理，那就大概率能锁定到园丁的点位，因为这样这手园丁的话带的天赋是这个位置的话在摸箱子，那摸了根针，那很糟糕了。确实，但是对他的这个牵制是没什么帮助的，说是的，是的。反绕一波。前期这个时间的话是求生者，动圈他也不着急啊，对他等你盾掉就行了。我等一等，想偏下板，哎呦这博弈，那感觉狗这个位置很难牵制了。对的，野人要不直接帮一下吧？11这里我觉得他确实也是想了想，我得帮啊，对，赶紧把这个猪骑上来。CD 一好就过来骑过来了。你敢踩板的话，我直接把你撞飞。再见。对，野人还是比较克制记录员的，这个是没办法的。哦，现在的话身距拉开了，但手上有个闪现，还是能收割的。哦，而且还是换了一手换，中场是野人帮忙摸了个道具的。这样子可以绕一个大圈，然后再去找一下转个点位之类的。那前期拉点空间，就反而是拉出了很有效的一个时间了。记录员的话，确实是要更多的一个陪跑，对的，更多的一个配合。结果踩板先可以踩掉，但这里不交道具吗？先交还了，得交的这个里有点近，要不再来，野人再来保一下。哎，3秒钟、2秒钟，一刀吧。起盾，哦呦，砸到了，那这样子的话不而且野人也来了，盾也有了，再撞，我的天，这 combo， 我的天哪，这配合，我觉得要不撞走的时候直接去给一个移情，对吧？我把你状态给你打满，感觉不太够，因为手上还有闪现啊。确实。当时的话，第一时间可能还有点说法，对的，后面就不行。现在反过来，闪现交出来。野人的话也是燃尽了啊，他这个2波的一个撞帮拖了太多的时间了。这局其实从前期来说是一个非常劣势的对局。然后闪现也交了，然后追击的时间呢也没有很快，而且外面还有化学力。密码机总量来看的话，其实并没有拖很多嘛，毕竟是需要了队友的辅助。是的，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再被扛刀，好吧，这个针对是一定要打的，记录员必须要保证自己手上是减员状态。给一刀，被卡在上面，有机会吗？能打双倒，对，但是其实不亏，对于求生者来讲，因为这波野人可以硬保园丁去26，是。就把压力给到园丁。哦呦，这个猪顶的。
又顶开了，但这个距离的话，你要保证有一定2流空间，还是有点难。先起个盾，个盾，然后到这边的单板还是不能下。着急了呀！记录，哎，没有砸到，但是心里来了。哇，只能去扛，因为现在的话，感觉有点像那种小说情节，对吧？千钧一发之际，心里过来极限扛一刀。对的，一个侧刀非常精准，还是打到园丁。但东玄也不给你继续的一个机会，赶紧把这个针对给打了。现在密码机还差的一整台，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中场这台的话也没开嘛，是先补下状态，先把野人点起来。我觉得他们第2波的话可以考虑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倒的时候让野人直接去 OB， 然后外面一个人去修。说，哎，但是高手被打断了，那这个距离有点危险。进入真空期了，但是还好是一个双弹的病患。对对对，不然的话他真有点救不了。现在的话，看这刀还是要挡的，但这边的话没办法翻这个窗啊，进入了之后不好翻。那病患就不想扛刀了，但是狗狗还是不想给他一个交互记录。是，哇，说这样这个盾还是亏了。对，但没办法，把病患给卖掉了。因为当时那个翻窗，如果说再骗一个生活，你就翻不回去了。对，那野人这时候也骑出赶过来了。东玄觉得不太对劲儿，不能让你野人再撞我。但是记录一个展现要好了。对，主要是心里一个人破亿啊，现在。这边的话也注意到翻窗，而且野人的猪的持续时间也比较短了，现在。没错，要得拖到病患起来，没有顶到。那病患这边的话也是应声而起，是病患再保护一下。现在园丁就是这个家的团宠，然后这边猪的话也是20多秒，再扛一刀才有机会。也没有办法，只能在那边挂机，给队友传一下情。这个闪现想交。好想交，好想交，没很好的角度，这边有了，有交过来，漂亮。但是野人那 CD 要按头，还要按头，哎，摁呢？觉得算了，因为猪的时间还差3秒。哦，算了，确实没有必要刚好。因为如果被4抓的话就完蛋了。对的，那现在的话担心里的一个破亿。东玄决定去守着密码机，因为他知道要赢的话不能怪人。对的，现在就一淘汰人之后就进入了东玄的一个控场了。是的。那这边野人跟密幻得赶紧补满状态，然后新起一台。心理的话，其实最好是拉走。这一波拉扯的话，感觉是稍微晚了一点啊。另外一边密码机新起了，然后半状态的心理要牵制起来。记录员的话有点难啊。很难。虽然说求生者这把一直都在避免给到记录员记录，但是你不交互的话，等于拉不开神距啊。是的，这边封窗没有封到，但是还有一个封窗，看一下还能封啊，应该是能骗到。是的，这刀有了，击倒。这样的话没有选择摸满冰换，而是选择直接2个人一起修机。感觉是要强行量去跑一个吧？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确实。但是我觉得东玄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他把你这个人一挂，就是我2个人修，我2个人修你没办法呀，你现在先交过，他直接往外压，你这个时候你怕被记录到，你不敢一直硬修啊，对吧？但是你这个记录时间有个中空期，2个人合修的话，对，我觉得是足够可以去开的。这个时候在纠结要不要直接记录了，但是没记到。对。啊，野人过来了。那有野人在这里，他就很难受了。是的。密码技能压好，这一把的话是一个有底牌的记录员，难说。目前这个节奏还是比较难说的。对，不好说。再记录，再打一刀。野人这个人能救。哎，但这一刀给的稍微有点早。那这样子的话是有一个下移的说法。但这个时候密码机还没有压好，他能不能立马击倒一个再给他挂上？我觉得有点难，现在难。要亮了，要亮了。那这样3人开门战了。是的。这个情况就比较难受了，而且记录条数现在不太够。而且他的技能的话还差一点。现在才刚好。然后记了一下，能边记录边出掉，但这个技能好像不能交啊。不能交。要交吗？交了。交。那边2个人去点门，你不一定来得及。对的，但这边锁到了，还好。锁到的话是有机会的。与时间赛跑。与时间赛跑了，现在就看这个记录10秒钟。但是我就点上5秒钟，我就不点门呢。你如果看我的话，看一下这边必须要拼反应。
你看你这5秒钟我就不点门，给一个记录，感觉我觉得是点不开的，我觉得是点不开的，要硬点。我觉得是第点不开的。二波的话要赌你记录错，对，你现在不能撒手了，不能撒手了。点封到了吗？封点不开，到了。有机会。有了对的，这样子的话，冰幻其实有2个勾， 2勾，而且双塔，还是有点难追的。但是门锁住，代表他这把能赢。对，起码3是有，而且野反而到人了，而且这个移速没有起来，记录员的移速很快，续刀有续刀了，有，漂亮。那这个位置只留野人也行，我觉得他不止留野人了，现在。真的吗？对，没有吧？你看一下这边击倒的话，另外一边冰幻他不点门就行了呀。你敢挂人，我走地窖了，挽留等下拖完了，你不挂人他有自起嘛？对对而且东玄他为了保3庄，他必须要挂人，他没得选。对，这样的话，我病患保持神秘就可以了，我走地窖呀，我不理你了，对吧？我不跟你好了嘛，呗，对吧？可以的，先记录一下，打一个记录刀。对的。但是想争4抓的话还是难，因为你记录员没有一个找人能力。病患的位置，这边病患好像，他只要不爆乌鸦，我觉得随便。没看到吗？他往小门跑了。这个位置还是比较难看到的吧，在小门那个方向，靠近树林，而且东轩也没有想去外面找的意图，想要去打一个第4局。对的，也行，因为把劣势给扳回来了嘛。只要爆点了，但是有2勾应该是能应掉了，野人撑不住了，野人撑不住了。这里移醒过来，野人这边马上要淘汰，就看这个记录刀能不能真的给到。应该给不到，说实话很难。特别难啊！给一刀，那基本上是野人飞这个地窖应该能打开。对的，那这样子的话也是2支队伍太焦灼了，没错，直打你，对吧？然后前锋呢又是速闪的一生之敌，就前锋这个角色往那里一站，速闪就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感觉。然后你要考虑到，如果你要防前锋，你就不可能带兴奋，带差异还差不多。对，这个点也不错，也可以。怎么他每个点都点一下，每个都点。如果说这个点位如果找杂技的话，假闪封路，然后逼他上车，再利用这个技师的位移，然后去追击的话，我觉得对可以。看一下，的话假闪先封路。但这个位置压迫左手边，结局率是没有拉近，是的，很多的。而得看下一波的一个假闪去减速。杂技的话，它毕竟比较灵活嘛。对。这样的话，板区博弈，而且自己也有道具，你是不敢去交真散传的。对的。但是下一波好像可以去交。对。这个位置感觉可以再压一波，然后再逼过来，然后再利用出刀。有一个博板的说法，这刀不过吗？过晚了一点，稍微。医生的话，他这里就是比较求稳。东玄他其实也是比较求稳的两边。是的。这个变闪飞轮直接交。对，这个变闪反而没刀了，因为前面的话，对，而且我可以吃一刀，我吃一刀我再坐车呗。对的，因为现在变闪了嘛。哎呦，杂技这一刀都不想给，直接跳球又走了。但这个位置还是有点拿刀距离。对，有刀。看一下，前面有个小短板。蓄力没有选择蓄力吗？我还在博弈，给到一刀了。拿到刀了，那这个车不做了。这杂技现在手上还有一个球啊，还能溜。传过来，这边看跳球走，但手上有个闪现，迷路了。感觉是回头看了一眼，导致这个球跳歪了。对，不过前锋已经就位了嘛，也没有关系。这边快签，但是被预判撞了，直接撞到11的前锋。那这个时候你只要不是兴奋暴露的话，那对于前锋来说，就操作起来了呀。是的。还被砸了。那闪现在手上，现在很难交啊。难度太大了，面对到有前锋的对决还是难度太大了，说实话。确实，
就是伪弱书生碰到体育生是这种感觉，对的，有点无力的。对，现在是基本上是给他挂一波也没关系，然后外围的话密码机可以让队友来考虑先救一波，其实，不过这个距离的话好像还是应该是前锋来，因为前锋是带了一个单化险为夷的，但有拦截的说法，因为手上有闪现嘛，看一下。看能不能这波摇铃先去操作一波。我觉得得先 A 一刀，先 A， 哎，但是没 A 到，那不行，对，拉球过来了。要卡这个吗？哦，没打正式。而且外面的话还能够去找队友去喝酒。闪现哇，小唐前锋被预判了，因为意图有点明显了。那这里只能硬追前锋了。对的，蓄力刀，但是外围的话，伊森也跑掉了。而且他那个换维时间结束，好像刚好可以上车。看一下西文过来，能结束吗？结束刚好，刚好上车。这个距离测试过20秒时间，回来刚好波没结束，上车了。那选择就挂这手前锋。那求生者他们其实甚至可以考虑留一个化险为夷啊，对吧？因为密码机是够的。如果说让调酒师来救一波人的话，那开门战气象这个化险为夷可能会伏笔啊。对，那实际这里的话，主要是没道具，可能说开门战会有点吃亏吧。还是让气象来，就是一个稳。对的。哎，感觉刚刚可以，要么试着吸魂。但你吸魂它就翻版了，对，不行，也吸不了。对，打一刀。那这样的话，还得控住这台密码机才行。但如果说你吃到太多的话，也会有点机会点呐。哎呦，躲掉了，那这样的话强有一个叫出来，被秀了。这个摇铃如果说能摇到的话，那还有说法。是的。现在的话，求生者在外这边再开一台密码机就行了。对，调酒师这边反向子可以看到，还是要去挂一手前锋，外面密码机已经开到60多了，将近60。鬼板那台也在同时的一个，两边都在修，而且我当你面摸箱子，你能忍住不找我吗？你肯定得找我。然后气象也是过来补救。对，气象过来把人给掏了。也是要考虑到这个道具的问题嘛。哎，他补救吗？再拖一会儿。那这样子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个压起身的说法。对啊。哦，我觉得是不太优势。哎。啊？有点急了，急到打到椅子了。那开了，但3个人在同一个门，得管前锋吧？上挂飞的。我知道，主要是狗狗这里有点赶。他确实赶。飞轮躲一刀。他话加速9，他有道具啊，道具他敢操作。再回头找，那有点迷茫了，门口没有人。而且他这把是没有底牌的，就是一个纯闪现，对。但这边飞轮加速9都交了，然后地窖在。哇，是他们2个人往鬼板里面跑，就是让你找不到。我的天哪！哎，感觉实际这边是站出来。手上闪现好了，看一下前锋这边怎么说。放了个香水预判，直接香水回，然后再第2波再闪，那有机会去保平。有保平的机会。而且。吗？看到狗了。对，看到了，他知道当时2个人在这边。是的。啊，我觉得这把保平的话，反而是东玄占优势啊。对，因为求生者这边有点亏的，他们是能够争3炮的。看一下，应该也没有人能过来了吧？气象在赶，但这里前锋起来之后也有点走不远。但是没关系啊，哎，这里能摇吗？摇不下来吧？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我觉得现在是求生他们要跑得快，然后你硬拖的话，反而是有说法的。这边还要去争吗？而且还敢盯到杂技了，那杂技很危险，他是没什么球的。不过还好，但是要倒了。还是要倒。另外一边，实际得赶紧赶过来救人。哇，你别说，东玄这个拉扯有点东西的。对，但是2个人往门跑，现在东玄也意识到，他现在是有一个拦门的机会，这2个人是走不掉的。挽留的话，最后1秒了，只能拦前锋。调酒师能回满。前锋这里的话没有飞轮，要倒地，调酒师能回头去救人。对的。怎么办？这个风是空了，把前锋一挂，
那前锋是个挂飞，这里还可以挂飞再找杂技。没错，我的天！杂技要往这边跑，他也意识到了杂技，想跳技教，但但是不可能没有那个球啊，对，没有球，飞轮杆也交了呀。他要是想扛刀，再扛刀，你可能你自己走不掉了。是的，血刀，再给一刀。那还是一个平局收下，但这个时间的话7分半， 7分半，还能拖，还能拖，还能拖2秒。还走不走？对，你不走再拖。我再拖5秒。在于祭司你要去管控半场，我觉得有点难。我觉得女巫她最怕什么呢？就是我前面千辛万苦1条狗2条狗，马上要终结了，哎，别让一个大洞接起来，我对，钻进去了。好了，这下被逮住了。就看对局吧。而且终点站的话，一旦倒在这里的话，这边一个连击是非常适合控制的。好，来看一下，直接找大龙的结石了。双弹飞轮有说法，可以看看能不能牵制起来。然后祭司这边的话也是很快速的给了一个洞啊，已经是想让他有一个转这个位置的感觉直接就有刀了。有刀吗？哎呦，很吓人。对的，这边的话利用寄生先把瓦尔我也除掉。就是我这个双线操作是比你流畅的。对，大龙本体没有吃到也还可以，钻洞嘛，就到了往里偷另外半场。修了一下，还。然后放狗了放狗。但信徒毕竟在对面半场啊，所以这口狗是有机会卡掉的。看一下要不选择送个寄生呢？这样的话砸一头，但是不敢翻，前面还是能拿刀。看这个飞轮了，飞轮交出来，直接对，因为还有半个娃，所以对说飞轮可以交。然后我再利用我的半个娃，看能不能转进一个单板。有单板说法，哎呦可以。那这样子的话，成功转到起点你看他真当挑枪石玩的。就是说嘛，对，对，半个娃就当调音师打了。然后这边再管一下密码器。这样的话呢，他已经拉到这个起点了，所以说你就不是很怕了。我哪怕倒在这个位置，我不敢让我队友的密码机，而且我已经牵制很我觉得可以在这边直接送个寄生，然后逼他原身赶过来把、就往支撑点上走，对吧？对，打我的话，我这边还能上车。不上，这个节奏有点差，说实话。是的，原身调过去，哎，我不上了，上我走了。我等下再送一个寄生，再送一个寄生。这样子的话，我可以把这个密码机解放出来，主要是。是的，是的，对吧？那队友的话就不会给空到半场的一个机子。而且你现在还没有那么好击倒呢。对，还得两个先定住，还是给寄生了。二阶了，但是这个节奏有点差呀。对的。看一下前锋也是赶过来。对于女巫来说的话，还是最好能够去压住密码机的。他现在的离密码机都很远，而且他这里寄生的一个冷却还没好，只是一个单信图。哎呦，拉了一个超长球。对，这样子的话有飞轮在，有机会无伤，直接救吧，我就直接无伤了。啊，对的。我的天哪！但我觉得首先问题还是在于旁边那台密码机能不能快出快掉。还把闪现给逼出来了，那很赚啊，对于兄弟来说。2分半，时间的话还是比较快的，对。啊，这边是压迫前锋的位置。我说他现在得想一想，我最后压哪台机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就这个机械师的话，我打一个针对，然后最后一直控场。但主要就是脸上这一台81这一台一直没开。对对对，这个又跑过来压住了，现在。这又贴过来，是不是想给个撞救呢？但是有信徒的话就算了。那没有化血唯一你也拉不走。对的，就这个密码机，我觉得第一波的时候，其实大龙这边选择送掉2个寄生，我觉得是可以第一时间去优先去补掉的。不然的话，就可以给他很好的去管这个密码机。对呀，选择再换这边手上飞轮挡没有挡到，有，那这个密码机永远站住，对于真9来说就有个空场机会，选者被迫要去外围再多开一台。没关系，祭司在修。对，祭司等一下估计要再起台新的了。对，还要多起一台新的。前锋这边给压力。有的话，他现在就是要拖时间，然后看能不能保平。密码机是肯定不能放的。起点
哎呦，想骗一手，在装闪现，把球给吓出来了。这样真闪，哎，他空了一刀，还好啊。对，他的寄生的话也是可以给的一刀的。好，这边再补个信徒。那求生者这边的话，应该是直接计划去修第6台。是的，因为现在的话，一花的话想给压力啊。对，也得换人过来给了，就这边得让前锋带走，然后杂技重新过来去给压力，这样子才能拉扯这个密码机嘛。因为这边技能闪是交过的，刚交单信徒对，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对他现在就是一个走地白板，没有技能可以追。哎，飞轮躲一刀，那还能再逼一个球，没错挺。好的。但这个拖时间其实是给到，我觉得真人9是有很大机会了。现在等于说我等你那边密码机写差不多了，我又可以去管了。对，我就这样来回拖，开门战我还能在门口拖一拖，对吧？对的。但是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他没带挽留。但我觉得他如果真的是能达到平局的话，挽留这个点不，他没带挽留的一个问题就是3个人开门战，你有可能会终结不了。3跑。对对，你小心啊，因为你没有挽留的话，求者这边他们是有一个祭司的呀。对，底牌跟张皇已经暴露了，反正。对。先给一刀闪现。时间的话来到5分半。然后这边的话，感觉也是想去留下一个先，也是要一个上挂节奏，不然的话求者那边密码就要亮了。给个红球，但是没有什么收益啊，还是要倒地啊。你说还是要倒。那得派个人过来救，时间的话已经来到6分钟了。这一局还真的很难说，现在1分半，因为现在是我可以有机会拖的，我可以拖，慢慢拖的你先。是的，是的。然后再挂你。就我先不着急挂人嘛，而且就算你直接亮的话，我也能本你赶过去。现在是比较难说的。来，先看不挂，挂了就不挂。这边等让你这交之行，你敢交吗？你交不出来。然后我可以拖下自己的闪现时间，因为2个闪现刚才都交过嘛。挂上，直接交动过来救，要赶时间。是的，时间紧。知道你没挽留了，直接开了。祭司的话是不好留的。对的，但这边补寄生只能往前补。不过他现在没有动。对。那我就可以不管杂技啊，杂技这边只能往门跑。就直接冲！哎，祭司这个位置很危险。有手吗？哎呦，有飞轮交掉。对的，这边有洞，打出来。一个，哎呦，往这边赶。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留的洞呢？这边是杂技的一个，看一下啊，这边感觉要倒了。7分钟的一个时间，来得及吗？好像求者能走啊。杂技已经往门跑，估计就差一个10秒钟左右。看一下，杂技已经到门口了，出门了。前祭司。就是要直接投哇，不好说。带头大哥，7分20秒结束。上把是多久来着？7分7分35。7分35。这把够了。这把够了是吧？够了。OK。哎呦，真的就差10秒钟，15秒钟。所以说很恐怖，就当时那个情况下，就基本上你没办法，你没挽留。对。你要有挽留的话，你可以直接过去管门，但你没挽留，求生者知道你没挽留，你没有争3庄的机会。对他硬冲的。对他们直接就啥也不管了，对吧？撒腿就跑。恭喜朱雀获得最后的胜利啊！确实这一场，毕竟他救下来之后给的那一波小无敌时间，其实还是能造成一些监护者的麻烦的。来看一下选用率4次啊。是的，出者英明这边还是重点拿出来跛脚羊。现在在这张地图，他还是得去适当去争一争分的。如果说自己不拿这手跛脚羊，你在第2局肯定也没有跛脚羊这个角色了，一直会被ban。是的。因为跛脚羊他是不太担心求生者前期拉点的，没错，对吧？你拉点我就开始攒愿力，而且逼着你求生者都在拉点，都在没有破译的情况下，我愿力攒到了，我还是该秒就秒。这个点位贾文的密码其实是破译不了的，所以说木偶师得去读洞，要不然，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先找一下空调这边的气象，也是先进行一个拉点，是，去往读洞嘛，这里是。走位换了一下啊，过客往中场去，然后骑士拉到马路基去了，不敢直接硬拉了，怕直接硬拉的这个兔子因为直接把这个围龙给架住，到时候就能拿刀了。其实还是要围绕板子去溜。没错。
一个蓄力刀直接拿一刀，是加点存在感嘛。红鸟也不是说不能接受，手上一直捏着一个小强风，这里换位，两个人都圈住了，照过来了，但还好打到路易上，是，让木偶师估计吓一跳，木偶师这样也算是间接的帮忙扛了一次维龙伤害了。接下来操作，在板区强风躲掉了。那这样有第一刀吗？飞轮再规避一下，但好像还是要给刀。是位置跑不了，他也进不了板。接下来的愿力是够一个双龙的，是有机会直接秒掉。闪现也好了，直接闪。密码机现在完全不够，现在密码机当然也就1台半多一些吧。现在节奏上需要过来给个化险为夷，旁边是个地下室，但是应该不会去挂了，直接挂在外边摊一下节奏。这个位置是很好守乙的，是让陶晚安过来救人，因为这局化险为夷的话，陶晚安也有带。那这个点位被拦的会有点远，香水可能会提早被逼。有飞轮嘛，可以拖一拖这个进。来圈住，想骗香水，得拆龙。是的，两方都在骗。但这个时间上好像有点不太允许啊，气象可能要过半了。对，还有一个围龙，是，那只能过半了。只有调香一个人在这里，甚至这里如果说拿刀能拿得快，还能过半逼秒救的。再放香水，出来了。再等，兔子一鸣这边是想要摊陶晚安的这边伤害，不想让他保持一个满状态救人。对，破箱嘛，调香来救援就进行一个破箱，后续再针对空调挂飞。密码机的话还差2台，这里回忆给到一点机会，不过还好，这里是只是给到了1/4，刚刚运力值是不太够的，所以说没有办法直接放围龙拿伤害。一个强风是，但是推到围龙上，这里还是感觉要倒了。没办法去规避掉了，飞轮也没好。旁边队友现在也是在想着拉扯，但是现在节奏完全不够，需要第2个人出来做一手英雄才行。薄荷已经在中场站住了，也通缉到他，应该是让他进行一个2次牵制。是，那过客的伤害因为刚刚已经是变过1次身了，所以说现在得提早变身去防。对，还是打了。愿力只够一个围龙，2楼下在修，其实也有点担心，这里直接去找他。对你不能说是在2层阁楼旁边去牵制，你一旦牵制自己倒地了，他有可能转头我再去摊一下你这个陶晚安的状态，完成了2个击倒，那这一局基本上也就是一个4抓了。一个反弹交出来，那下一个围龙已经没有路易了，是挂在中场的话，那是一个还大遗产啊，只能去尽可能拖一些时间了。再钻。空了一刀，是没什么办法，多拖了几秒。但是后面密码机还差，而且能管住1台的情况下，后面还可以底牌切的，可以说是差1台半，再加上你跑路的时间，我们可以算2台了。是，就看这波骑士救援，直接传送，想过来把陶晚安击倒在墓碑遗产。不止一鸣打得好凶啊！其实他手这个节奏，他也是能去摊一个4抓的。哇，木压一个飞轮。再找机会，但没办法，这个围龙持续时间实在太久。那另一边救下来，等于是白闷掉一个化险为夷。对，挂在墓地旁边是地窖，所以说看看地窖，但是这个节奏有点难跑的一个。愿力还很多，回忆救援还有点危险，我感觉。是，应该刚刚是省了荣誉共鸣的。救人应该不太成问题，但是这个状态会被逼。看能不能多摊点状态了。兔人兵在等，可以摊。有围龙。是的。血线还早，还是必救。再摊一下骑士，把骑士击倒了。后面没人能救了。对，可以先挂，挂上之后再去摊调香。调香这边跑不了，摊倒了调香之后可以不挂，然后再去看甲门的密码机晃不晃动。如果晃动的话再挂，把自己的传送拖出来。陶晚安这里也只能先拉开。是，等。翻窗没关系，运力值这里还可以再放一个围龙。对，在这里有个窗户，不打算博窗，先钻。要小心这个车。是。哎呦，拆楼骗压平 A， 这波愿力不太够了，但是来得及救吗？密码机39，密码机还不太够。密码机现在的话才8成，而且陶晚安还可以再放光反照的。是的，他已经很秀了，但是目前来说黑龙还能操作吗？没飞轮，没道具，没办法。完成击倒了以后，这里密码机要不要直接亮？可以先签。
得压。刚刚没记错，好像是卡半了的。卡半呢，现在可以接着去直接传送到甲门的。其实都指一鸣也知道外面大概密码机是够了，所以他不想挂。被摇下来，只要确保回忆这边能挂飞就行。那这里完成击倒之后就可以直接传送了，也不需要挂。木偶师应该直接传防一下点门吗？可以直接传，因为你逃完他这边一个自己时间的话，他也是需要个20多秒嘛。而且到门又要20秒，点门又要20秒，那需要1分钟，所以他可以有1分钟的时间去处理过客。对的。哎，这个围龙没能把自己关进去，三人间再补开一间。还是愿力多呀，比较豪横。是。但没有把这个过客的路易逼出来，愿力还是白消耗了。这波走地逼出来了，没关系，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那还是能交一波路易去扛一刀挽留的。没错，他需要给陶宛这边去拖一些时间，但陶宛需要敢开门吗？我感觉摸个箱子会不会更好？拆围龙，愿力不够了，感觉能牵制起来。哦呦，哎呦，这波抽到了！陶宛现在门才刚贴上。得先挂，可以挂，挂上之后自己的愿力值其实是可以补2个围龙的，好像来得及去拐一下这个门，好像来不太及了。9秒，2个围龙需要赶紧放了，15米的龙才行，再放，别到脸上，还有开不了，开不了。99，虽然再躲一刀，但是还是一个4抓。没办法，跛脚羊这个角色，只要他愿力值够，放2个围龙直接蹬到脸上，你这个9点。跛脚羊一样的，但你觉得他这个特质会去改变一下吗？还是会带？我觉得这把是真可以带时长，带时长啊！如果是真4抓的话，你如果带闪现，其实是很难有一个4抓面。求生者这一把可能大概率会放弃比较多的回光返照，更多的一个化险为夷，是一个那个左边的一个跛脚羊训练，想保一下魔术师吧。而且也是想着去省一下大副的怀表，因为你在中间是很容易被逼出来第一块怀表的。对，哪怕你是救人位，你站在中场，你该拉点还得拉点。没错，现在的一个监管者碰到你救人位也不会手软的。是。上来也是同样的去找往中场的位置，把中场的人先赶开。哎，想去一下甲门，看一下甲门这边有没有机会，感觉有机会，有想法。是的，磊磊这边作为心理也是可以吃多刀的。但这里能不能逼迫一下点位呢？好像是能直接能拿刀的。对，这个单板换到撞到了。是的，砸的时间比较久，但是你跑不开，只能进入到旁边的2板。不敢再往远处拉了，想往远处拉吗？他这个位置是直接给你封住的。到圈边，那没办法跑。开到第1刀，那这样击倒时间有保证啊。是，应激结束的比较早。然后接下来只要2个围龙不出问题，应该是能够稳定击倒的。关键你这位置吃刀其实吃的很尴尬，你板区都进不去，还要吃下一刀，没有什么博弈空间。是的，而且心里你实在是没道具，你只能依靠一个飞轮，但是光一个飞轮的话完全不够的。这几波板子全部封住了，所以捏捏完成击倒1分钟，往中场挂还能踹一脚，是，可以挂旁边的椅子吗？这里是可以顺手去把中场踹一脚。星辰这边密码机是在80，能给踹到只有个2-3成了。先踹，不着急谈节奏。星辰其实就是想故意给你打，你打完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人救下来了。你这个时长踹了，这个人也其实能拉走。那这一波再等一等，很明显了，就要魔术救。是。哎，这边钻回去了，那这里是没能防到。但还能多谈一点状态，先出来刀，后交的围龙是，所以状态来说就跟刚刚直接吃1刀没什么区别，甚至还多卡了一会状态。捏捏这边没有选择，刚刚再放一个围龙，如果说能再放一个围龙的话，能更多的去摊一些魔术师的伤害。可能就有机会双倒。是，磊磊这边直接倒角落了，打算去让捏捏这边挂椅子时间久一点。这波得提前过来贴，想办法去套这个化险为夷。但节奏也是依然不够，跟上一局其实差不太多。但好消息是，应该中场这一把是能修量的，就不会说后面导致一个中场遗产太尴尬了。哎呦，直接一个围龙跑到狮子旁边啊！这一波救人有点还能再打？不敢救了吧？是，万一被蒙出来，已经没有失乐园了，没有失乐园了，万一被打到是直接倒的。还想再试一试，因为他现在不救也不行了，不救自己等一下这个怀表时间一
哦，他也会倒，直接救了下来。心里也知道这一刀，那大佛还是能成功跑掉。哇，这波是还好还好，这一下子把观众的这个心都掉到嗓子眼了。是的，这关键是在刀尖舔血啊！他不救的话，基本上也是一个崩盘局。是，但是他救下来了。他不救一定会成为这个第2手节奏。因为捏捏等下就会追他。那现在先把磊磊完成淘汰之后，看第2手节奏去找谁了。因为他现在只需要眼中有个人就行了。对，石场直接切传过来是谁 ？Dragon 有飞行器，看能不能操作一下啊？看这个悬停舍不舍得交了？哎，直接交了喷气背包，碰到，是的，围龙快结束了。哎 ，Dragon 这边的话只有1个了。刚刚是赶路交过1个吗？应该是摸了一下人。一个后撤翻到这边来，有个加速的绕模型，这个围龙应该也能废，因为已经把这个悬停给背包拖出来。哎，没交，我是觉得有点亏。他这个第1个喷气背包交了，是去摸人或者说是赶密码鞋，会不会都有点亏？这波悬停，但是围龙手上没道具这么大，对吧？你交完了以后，我围龙还有持续时间，你还得倒啊。是的，而且这个状态，平击刀其实就能完人击倒。小风。黑龙是的，但是密码机2个人都没能破1开，想过来就必须要把自己手上密码机破1开才行。哎呦，挂地下室，这个地下室救不了了，要不然选择直接开吧。我觉得得败了，因为他们目的就是跑一个，得直接开。趁这波挂地下室时间比较久，但问捏捏的话也不能守，他必须杀出去。是的，但问题带来的是捏捏这边传送马上就要好了，你到时候去开门，你门还没开完，开到可能只到1半，他这个传送就好了。队友倒了，然后传门是吧？是，所以说你更得多拖时间，或者说压好了这波想救，没办法，星辰现在必须要过来给压力，吃3刀。哦呦，拿1刀，关键都拆不掉，怎么过去呢？哇，这波好细啊！是的，完成击倒，亮了回光返照。你要是砸了，你跑不开。不救了，就用3个魔术棒硬拖时间，是拖狮子去点门。但这走的是个空地，走的空地往哪里走呢？把你这个板子直接封住，想拿平底刀硬耗你这个魔术棒，拆不了啊，拆了人也得倒啊。是的，魔术棒 CD 并没有到，好了，可以先挂了之后再去传，因为这个时间他这个门是绝对点不开的，所以他可以吃开这个大副。吃乐园可以点，是乐园点开然后硬冲门可以吗？看这个围龙了，围龙放的怎么样？硬拆把围龙拆了，暂时这边大，也是有点危险了，再加上个移形吗？还是说是带什么呢？他得带移形，飞行家或者这个火灾调查员这种你能拉开距离的，你移形补上距离会很舒服。得带移形。他会不会是这样的天赋吧？我猜的就是张狂挽留点。中间是选的飞行家，然后小木是选择的火灾，大方放的古董，然后铁皮箱是放在是守墓人。那玄霄选择一个大门点位是直接可以抓小木屋了。对，应该更多就是抓火灾调查员，火灾调查员往3板进行。直接去找，不打算去抓小木屋了，因为自己带的是个兴奋，打算直接去找一下守墓人，看古董商给不给机会。密码机是刷在大房里的，同时大房里的密码机也被封锁，所以古董商肯定是要远离这边的。但找不到他了，只能死抓守墓人了。但是守墓人下个铲下个板，他现在等35秒后了，他找不了其他人了呀。古董商现在也拉开了，然后小木屋的火灾他并不愿意去追。中场人也是直接正颤拉开距离，是。那双重惊喜可以进行一个上色了。现在就看能给到几层标记了，想躲。过去之后，哎呦，给到了2层，一个是黑，一个是红，焰火跟粘土区域的标记。拖了下一个满铲下铲，这是很标准的守墓人牵制任意监管的一个方法，就是第一个铲子他一定要正铲去拉开距离。现在双重惊喜也好了，看能不能上到这个干冰了。这个干冰标记要能打出来的话，这个位置其实还能再上2次标记。但打出来的话，毕竟不是2阶，你这个上标记很复杂。这个绕场谢幕没能逼得出来啊，位置也卡住了，还能再拖时间。那可能要等这个铲结束了。这捏捏最后肯定要也不舍得打了。是，关键捏捏现在不舍得打了，就等他土出来之后再给他上伤害了。再打，没打出来，这个位置好像拿到刀是。给到了一次焰火，粘土再给上，是3台了。自己的这个土其实还有一点使用度哦，没能使用得出来。挂上3台了。自己带的还是个兴奋，可以让飞行家先来依旧。
飞行家这边是带了一手化显位移，救下来之后，守门人直接往2脉云双岛或者说大门岛其实就行了。对，而且后面还有个残铲，突发情况还能用用。是的，往大门岛。哦，想抽一下，是没给到。 2脉云双的密码接下来，求生者这边是想破译2脉云双的密码机，所以说现在只能让守门人往小木岛或者说往大门岛。被打断了。这土其实就没必要挖，因为浪费自己的一个使用度。而且你想拖出这个化险为夷时间也基本上不太可能。对，太现实。这毕竟是一个追击流的监管。后面是星辰打算过来吗？应该是星辰了，因为星辰这边他的救人其实能有机会保活的嘛。你让一个稍微操作一下。是的，你让火灾来，它只有一个气囊，气囊帮助守门人去弹开，其实作用不太高。而且2台密码机其实是保持一个同步的状态。没错。这里有看到星辰来的一个位置进行拦截了。 太好救，身上带来是个兴奋。哎，其实换人来了，我在调查员那边也想过来分担一下压力。是的，让磊磊这边也过来，因为只要密码机这边一停，其实年年这边就能意识到了。但是他这边宁愿是耽误你们2个人的一个休息时间，我这边也是可以去接受的。那先去打，来，想摊一下伤害。飞轮那没摊到，距离拉开了。古董山现在要开宝了，再一个残铲是。 但这个残铲震颤还能拉距离，是的，这个残铲其实给你上的标记，年年他也不会打，只能是选择拉远时间了。对，先给古董商一下，木这个板该踩，不踩吗？那这样子能翻。再放，哎呦，完成击倒，双色直接上，但是你这样勾逼不了，得走了，因为差的密码机还是太多，他一个人保不过来。刚刚棍也已经用过了。是的，差半台嘛，刚刚磊磊是因为过来给个压力，所以他这个密码机就少修了。对。 他也没办法让古董商自己一个人去救你。如果说自己去救，传过来一铲，是的，脸上是个磊磊，磊磊刚刚幸好是保了个满状态，没弹出去啊。是的，那这样有可能被秒在一铲呢。外面多修一台，压力还很大，到现在还没接上。一个气囊弹开，求生者还在补状态，拉是拉走一铲，但是后面捏捏完全可以打一个疲于奔命，是有机会4抓的，尽量往回挂。 能挂上遗产的话，后面你救援只能靠飞行家的一个悬停背包过来。没有化险为夷了呀，你救了他也带不走。哦，他是让飞行家去破译吗？还是都想过来想打团？应该是想要直接破译铁皮箱密码机，他们没有时间再去摸了。如果说是摸好的话，火在这边就算是卡半救下来，密码机也依然不够。那在脸上这边修。 有点麻烦的呀，是现在就要看星辰了，星辰这边能不能保证自己满状态救下来人？哎，机关枪空了，直接被烧断了。是，刚刚那个机关枪要是能中，星辰其实可以救下来，而且还能保证自己满状态。是古董商这里先倒，是还能再摊，没道具飞了也没好，这里也要倒，密码机不够啊。是完成了一波双倒，铁皮箱密码机现在才完成了一半的进度，那可以牵着古董商往那边走。对。 而飞行家的话，看一下悬停背包能不能过来救一下吧。是，这喷气背包你就算用了，它就可以，我大不了放下嘛，我放下然后再去找你。都挂了。Dragon 这边想靠自己的背包，悬停背包没飞过去，那可能救不了。这里看能不能叠个双色。救下来其实也差不太多，因为这2个人肯定是会被击倒一个的。哦呦，飞轮躲掉了一下。 但手里还有传送，可以直接传回去。要传吗？传回去了。先把椅子拦下来。是。飞行家原地一个进步，这不可能被蹲住吧？躲不了。背包好像能救吗？喷气背包先把人击倒，但密码机也依然不够。飞轮，哎呦，飞轮又规避掉了，就差一个粘土。是。绕不动。再挂古董，2百一窗的密码机也依然不够，可以接着把Dragon挂过去。把飞行家牵起来，再往那边搬。是的。不管有没有火光反照，先往那边搬。 这样磊磊就算把密码机开了也行，就亮不亮都是一样。是，只不过区别在于没挽留。但捏捏现在其实只要标记上的好，拿刀拿得很快的。再等一下，想秒火灾，火灾跑不了。这里能去救飞行，感觉还有争一争的机会。 一直卡在一个角落，但还是被击倒。Dragon 应该能先挂了。
那他自己手里现在还有30多秒的一个 CG 时间传送，可以先抓磊磊。古董商开门他24秒嘛，所以说他现在可以完全有时间去抓这个磊磊的。古董商有没有会回来呢？你回来他开大门其实也一样啊。不回来，时间也比较久。这里倒了以后，小门估计也够呛能点开。哎，空中飞人有点小失误，倒进角落了。那这样的话，监管者就不会挂了。你越倒角落，他就不会挂了。击倒了就传送。还是求稳，还想挂，因为自己的 CG 时间现在还没到。而且他可能心里在默算古董商点门的时间，是他觉得古董商点不开，可以直接传过去了。星辰这边的门并没有能开完，所以说可以直接去找。哇，很远。是，但位置架住了。飞轮没道具，跑不了。这个方向那锁定4抓了，基本上锁定4抓了。这个方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没地窖哎。没错，离得越来越远，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时间去盘一下这个地窖的点位嘛。也想试这个门刚好70，你知道吗？就那个旧伤减的30%，辅助能力是很强的。有喧嚣出来，张狂同样得需要带，也同样是要去带这个手底牌嘛。想把中场直接赶走，抓吧，直接抓吧。反正先赶，给了赶到大房。如果说他直接拉到大房里呢，他就能把大房里边的先知给他逼出来。这把应该是比较适合带市场啊，不是那个移形。上来直接去网络小木屋找空调，同样是想挑战一下气象。但已经拉开很远了，是已经拉到大门了，但是旁边一直有2名，2名没了，他想定一下位置，没错，因为中间的人一直是在给他一个2名的判定范围内。这个双重惊喜还能上到一下标志，给到了一次粘土标记。看接下来这个双重惊喜能不能给他架到了。当轮替结束，是这个强风直接拉开，想拉到大门。拖自己的第2次技能的 CD， 这样有机会下一个双重惊喜要上拿伤害的先知在。哟，一鸟给上了，那这人也能拖出来。是的，一剑马上要响，一个强风，不过这个点位拉不开啊。这强风其实作用没有太多。空中飞人来这种空地多拿一点标记，是要小心飞轮在骗。哎呦！晚了一点，是的，没能规避掉。再一个强风再吹走，移形直接补上距离。但是这个板子应该还是能下，只能给到焰火，粘土现在没能给上，等3秒。后面还有一个，哇！哎呦，直接一个是的飞开3级云。没飞进板区，是，但密码机已经是牵制的差不多了，跟沙瓦的节奏有点类似，也闷掉个化险为夷。对，佣兵可以进行一救，到时候再让过客来卡2救会更好。过客直接去修大门，过客来了，那这样耽误到2个人的时间吗？不是，回忆一直没插手，但这2个人还是在来回的拉扯呀，这密码机可就耽误到一些了。标记。一下伤害，救下来之后再交枪吗？飞轮不交，那就不交了，让他在2板一窗去牵制，然后大门去破译。把这个2板一窗修亮，这样压不住机子。但是往回牵，也知道你们要修大门，能干扰到。那兔子移民现在其实可以直接出去赶的，想赶佣兵吗？他想逼佣兵，但佣兵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安全，很好卡状态的。这护腕可以随便弹2个都可以。因为现在他要拖空军那边密码机进度，直接套化险为夷，让队友倒到角落去了。是，还想弹佣兵，想给到伤害，弹个双倒。一下护腕弹开，3个护腕全用。条吗？能跟。自己还有一次空中飞人，进不到大房，只能在这2板进行博弈。机子差得多呢。对，等双重惊喜，有一个飞轮拖出来的机会。2个标记了，飞轮这边想预判，虽然没规避掉伤害，但是翻过去这里好像飞了个双重惊喜。是的，这位置卡的刚刚好，
再给，还没拿到伤害吗？打不到，击到了。那这样最后一台拖了很久了，也要切传送过去。是过客已经提前做好准备，拉走了，可以传大门，想交一行，一行移到脸上。其实传送可能真的会更好。传大门好一点，因为他被通缉了，大门对刚好有一个机子可以传到他脸上。他省掉自己的底牌一，个枪，枪先拉到小木屋，反正自己不能倒遗产。但会出现一种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你倒开了这台遗产，你倒到队友多修的那台，他也没往那边去，知道队友在多修了，往回倒，沟通的很到位。想让佣兵来救，因为先知这边是没有带火光返照的，让他最后来救人不太妥。挖大门的点位，还有针能扎一扎，是先知这边是已经破译到了4成了。技能没好啊，只能去用双重机器定佣兵的位置。没能定到啊，那这样能扎好过来救，非常的稳妥。还有要不干脆直接出去找3板。你如果说是一直在原地守，你自己的技能虽然能拖好，但是佣兵你拦不住啊。可能是先稳多抓吧。如果这一波再交传，大门也是遗产，有可能开门战没技能就是个稳平局了。没带挽留啊，没带挽留，这个多抓想法是有，但不一定能摊到。只能看开门战处理空军的速度了。是，哇，这再吃标记，路上都好像要吃满了。再给，哎呦，没能牵得起来，救了下来。杀佣兵，这里有很多的那个战争后遗症。是的，大门这边空军就算是去破译，他也破译不开。哎，站角落，但是还是打到伤害了。找空军，移形可以一会儿交，定到位置就可以交，不交吗？也算找到过客了，移形可以交的。对，已经过半了。过客处理的完以后，赶紧的回来找佣兵，不然佣兵一会儿自己找跳地窖去了。差一个焰火。是的，焰火在预判，没能预判到点位，回头拿不到。道场谢幕。也是能直接击倒，再去找回忆。回忆这边是起来，看能不能去2板一窗跑了。现在才50，进度起不来啊。对他怕佣兵去2板一窗跳地窖，所以往这边大防化。这样佣兵60多，一会儿自己出来点门可以吗？或者说从点门肯定是点不开，木绕过去。他要么选择木屋绕过去，要不然的话就直接冲2板一窗地窖。但2板一窗布置阴大概能防住了，知道的。对，那耳鸣有了。走地窖不太现实，找到位置了，切了个窥视者，哦，压脚步，可是这有双重惊喜啊！是的，双重惊喜一直能判断你的位置，你往哪里跑呢？再给标记，给到干兵，空中飞人赶上，那只能架死在大门了。是，现在就差个焰火标记了。最后这把应该就是一个3抓，陶万安也是等了很久，但是帮不到队友，没办法，他自己的1良已经用了嘛，而且他也没有带魂反照，你出来的话其实作用也不太大。烦就烦。还有一些求生者到时候可以去形成一些搭配，你就是舞女，我觉得带飞轮我也能去破一些甲。而且我相对来说，我觉得素伞是比较能够去打的，对吧？你带个那人。到时候再看4个院这边放不放河，放河的话倒是可以去踩，然后再把这个伞去架住舞女的位置。都是消耗型，无论是舞女还是火灾调查员，你得先把道具处理了，你才能够去拿到刀。对的。如果一旦是你道具还没处理完都能拿到刀，那上来先看一下点位，一直在骗，反正你们几个人都不敢上来直接碰密码机。那就是另一种的素伞，他不考虑前期太早进入追击了，反正过去我也是背6，我不如就是带着假伞拉进身距的时候，我压迫能拿刀。是的，现在素伞基本也都是直接这样去打吧，问这些点位。假伞减你很多的一个数值嘛。是的，减交互，减移速，等等再骗，看有没有机会。再来一个，是，这波硬躺，但这位置是有一点危险了。滑出去，那感觉有刀了。对。这里怎么说？清刀抽到了，长延迟刀。是，因为这里其实比较危险，他并不是站在一个板子后，一旦要过来的话，很容易打成一个换血刀。对，他是看你不下板，他就可以用末尾刀器过板，那你砸了也是换状态。对，所以说陶板也是一个带预判的，没有办法这样木压过板，然后再去打。
我换过来滑步，是的，但是手里有闪了啊，在等。不压，哎呦，骗出来飞轮了，再交闪，很稳。就只能说陶晚安反应已经很极致了。地下室是，但不想挂外边，挂不挂？因为他现在觉得你要是挂地下室，很有可能我硬给卖了，对，卖卖了。所以说还是比较希望你们来救一救的。空调现在已经在旁边了，空调有一杆枪能给26，是。打算等一下看能不能交一把枪，让他进大房。舞女手里还有一个盒的，到时候是放加速盒还是放减速盒，就看舞女自己决定了。这不交枪，但没有选择去啊，还是去了。身具上还是要去找另一个减速盒，想要去找四个月，但四个月的旁边板子都已经用过了，绕一绕嘛。不敢拉开啊！你拉开了的话，他一个就是快速拉近距离了。哎，这个死亡板了，架死了。对呀，一刀一直架死了。哎，差一点点。减这个速度，但极限震慑了。是的，是迟早会倒在这里的呀。刚刚其实我觉得还不如直接进大房呢。进大房，主要监管站的大房可能觉得那样会丢身具。怕地下室？地下室应该是不怕的，一挂都可以挂地下室了，但是他就是不挂。然后你往四合院这边板子都已经变，把板子也处理掉。是，再找回忆。守墓人应该是要卡满救一波的。哎，有无伤机会要吗？不要，再卡一会儿。椅子上的这个牵制时间很重要。是的，你如果现在直接救了的话，他舞女其实就是白做了这个20秒时间了。甚至我觉得这波可以扛，你说行不行？给救了下来。没扛到那就算了，让他自己去牵制吧。因为舞女现在也没有什么道具了，想要真的是牵制出来这个时间也比较难。卖了。那这样是有一个3抓面的，因为开门战的速闪，他只要手上有闪能杀一个，然后捏个闪，开门战是有机会争多的。对，大门板还下了，把板子直接给放了。哎呦，板子全放了。对啊，那到时候你大门如果来点，会不会比较难受呢？捏完全板啊。是，捏闪，这波要去控最后一台，他得判断出来少的那个台。不修，让守墓人去多修，都不敢碰。守墓人可以那个多修一台，回忆可以大方多修台。过客这边也在躲，因为过客这边也是带了一个化险为夷，就尽量过客，不要开门战的时候他的道具被耗光嘛。对，如果耗光了气囊，后边其实牵制就没有什么能力了。得再找空调，空调手上已经没有道具了，只能靠自己的双弹看能不能去进行一波窗区博弈。应该是博弈不太了。打直接下，有弹射，有的。但这个闪现他不舍得交的。留到开门战。要交吗？还是交了？想快速直接击倒，然后再去控一波场。我的密码机是70，已经多修了。这波应该是沙包跟大房的密码机。沙包是守不太了了。哎。更多是看能不能远程打拦截，远的拿一刀，然后再传闪回去打后撤。这个位置是弹的方向的弹，月亮门啊。应该是有队友过来呼应，但现在密码机也是停滞了。再传过来，哎，很精准的假闪。哎呦，好准啊！铲吃到一刀，我回去补密码机了。过客你加油。是，空军现在应该也就是过半了，没有办法卡半。那这个距离是肯定稳救了。哎，这里是直接把身位让出来了，那就可以卡半了。再一个摇，我觉得求生者宁愿过半，你懂吧？就是开门战的时候好挑地窖点。是。这个卡不卡半的，椅子上有人，地窖还不开呢。没什么说法。化险为夷套上。半到时候地窖就不太好走了。再摇，先打。都有回光返照。是。火灾现在也没有气囊了，找一下空调位置。兔子一鸣现在其实想省一下伞的，如果说能把伞省假伞，然后自己移速加成，最后一个铃铛收走。空调现在尽可能要把他的伞逼出来，大门出来好远啊！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兔子一鸣想要把伞省掉了。如果他这个伞这时候交了，这个大门他绝对拦不住了。但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机会，不过现在好像还有个10秒就要点开了，来得及吗？挂的位置有点太远了吧？他捏伞也需要时间，到门口守墓人那这门开了，铲扛刀，那这门开了，是拦不住了。而且他过去不是黑的，黑的还有一个摇铃能让人走不动，但是白的话是只能目送。到脸上也是直接完成一个平局。那你变脸倒是变得很快啊！我昨天想的就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虽然你冒险家克制我。但是
奈何这个炸你可能躲不了，甚至就是说他能逼他们救，但是你记者也还在，苦丑救人能力也强啊。选择十字形，那怎么说？不会去找冒险家，不敢找吧？哭丑也不会抓，应该就是直接找记者，中场压迫一会儿去找记者。对，很客气。上来先去往中场，哎，想这个视角感觉是想着试一试找冒险家啊，他在往那边望，眺望，但是有废墟挡住看不到啊。找不了，还是放弃了。没望到就算了。对，这里找了一下苦丑，但苦丑是直接往大门拉的。哎，果然记者是直接往大房带的。那这样感觉抓不到人是要抓哭泣小丑了。但这个板呢，我就直接放了。你再追的话，等一下拉着火箭去四合院，直接拉了，很果断。那能绕一点生距，等火箭结束以后，感觉还在一个扑雷的范围内啊。但这位置拉了一个加速，去了窗口，有点干扰到记者了。骗个雷，记者也得走吧？5秒雷，这里2秒雷能不能续上？炸到一下。所以这个火箭还有一个4秒，马上就能拉了。再要预判吗？预判到了，2下都全中，闪现马上好。这样火箭只用来拉开距离，是火箭的中空击太容易被击倒了。其实哭丑来讲还能接受，因为你是带一个闪现的帮帮，你这个距离暂时追不上。但干扰密码机以后，密码机有点严重，有点少了。是，冒险家现在手里有个树叶，所以现在密码机有一个2台，2连修的有点慢了。哎，火箭有机会了，交个闪到。你看，记者说我在大房修的好好的，你盖过来了 ，OK， 我去沙包修，我沙包一修完了，你倒个对角线是，然后拉着这位置又要跑个20-30秒，还要提早跑过来。已经跑了很久了。是，这波救援。其实我觉得遥控雷走位躲掉，提前被拦了。这个奥飞不太好放啊。对，不在救人娃的一个范围内啊。是。有人帮忙。这冒险家也来了 ，Dragon 来了，妮妮也意识到了呀。然后配合上这个救人娃，哎，能扯下来，那很赚啊。是的。没有26就没有26，哎，脸上挖宝。没有，他是在藏应该。也不太大胆吧。看不到，哎，真就在脸上挖呀！超大一个光好吗？Dragon，你这胆子这么大，但是这个几刀有点急。奥飞也在旁边等待着放。如果说你这个刀再出，有可能是能直接挡掉这个攻击的。这没炸到，放了，没能扛到。奥飞放的偏左了一点，妮妮这边是朝右打的，所以说刀气判定的是在冒险家身上。谁的奥飞带刀偏左？哎，他是他自己的奥飞，自己调的。那这个2连雷躲不掉，闷掉输液，化险为夷，记者已经交了，然后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在哭泣小丑倒地的人身上。可是这个化险为夷一定是交不到冒险家身上了呀！不要了，这人不要了，卖了，只能卖了呀。会不会太大胆了呢？这个墨水确实有点大胆了。为什么不藏一藏呢？你这一下，其实冒险家他的位置会更重要。你身上是带一个化险为夷的，他是双弹飞轮，这一波我能理解。如果他是化险为夷，我是比较费解的。是的，因为你是1带化险为夷的，2你冒险家自己挖树叶，其实能破控场，把他的密码机全给他破掉的。你后边更容易平。他在的话，这把怎么都不好输。对，不会输。但是他不在了，这一局就有机会输了。我唯一想到的就是他要帮哭丑扛压，逼监管换抓，然后他溜起来，那他也双弹飞轮，但是他这个化险为夷。是。留了点遗产20多的输液，队友去捡一下。密码机的话，现在我说实话是有一个书面在的。连元现在必须要撑住。就有一个火箭啊！有遥控雷，想直接封，炸到了吗？没能炸到，那就回头了，因为他手里还有个发火箭。如果说执着去追他4个院，会丢很多的密码机。想再找机会，想把星辰击倒，拉扯，也是带到大房。磊磊这边又再次被干扰到了。我觉得他们干扰密码机干扰的很严重，地图就那么大，对，但其实有的时候往沙包带也是有好处的。现在看求生者这边怎么去拉扯了，又回头去找一下哭丑，看能不能尝试给一点伤害，或者说把这个火箭给他逼出来。只要火箭逼出来，后边再去找他，其实是0-1。这个火箭可以稍微，哎，这火箭拉了，被炸断了，恐惧战胜。还有地下室，这个脸上翻板塞个雷，那不救不了。记者这边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他直接要下来的话，他救不了啊，没有救人奥飞的。
不救的话，你开门战捡2个，我盯着你一个人死抓，这把又有底牌，还有挽留的。你现在密码机亮了，你是能直接知道2个人爆点，你奥飞不可能用得光，你画家画也用不完啊。亮还不好亮，你这门大门的遗产很容易被干扰。知道你在大房方向，你大房亮了，你救得了吗？你救不了，苦手马上就要飞了。这里还吃了2炸，雷很准，再补又炸了一次，又没了。是的，这一次攻击。我觉得这个火箭要拉的话，会不会要早一点比较好呢？确实，他要么就不拉嘛。对，他吃了1炸以后再拉嘛。你如果说是自己想整一个道具，在开门战为了保平，那你就不应该在小木进行牵制，你应该早点带走的。是。现在只能来救啊，你跑一个没什么用啊。他会丢精神分的，也不够亮啊。是20加68，这80多，80、90。还得偷回密码机，再偷了。但你敢偷，我就炸你啊！你没有救人奥飞，想打那只能把人击倒了。4抓是，那这样也是可以恭喜北京 WBG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只能说什么？就是我觉得道具的利用以及这个干扰的密码机没有沟通好。